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傅好。今天咱们的话题呢，就是说与灵魂互动这件事，听起来挺玄的吧？你们俩觉得呢？玄的是师傅。哎呀，真人和灵魂能互动吗？对。哎，这个学问就在这里头哈。那什么样的人能和这个灵魂互动呢？让我很多的思考。你觉得呢？知道有那些像乩童啊，他们专门是这种身份的哈，他就可以跟灵魂互动就是通灵师、通灵的人，还有上集我们讲的巫师。对，对，对，其实还有很多修行人哈，修行人，甚至不同门派的修行人，都可能和灵魂沟通。对。那么在我们知道的就大概就这几种人哈，所以再复习一下。所以有这个巫师，还有通灵的修行人，灵媒，通灵师、灵媒，在南方啊，台湾叫乩童，对，还有，那就是修行的了，就是修行人了，是，对，所以这个让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会想，哎呀，那这种，我相信大家都想过，这个灵魂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形式哈？那怎么沟通的呢？对，就是说能够通灵的人，他是听到他说话了呢，还是传递给大脑的讯息呢？还是看见字呢？还是一种景象呢？是吧？这个有待于我们慢慢去分析解读哈。对，很好奇。是不是这些方式都会有啊？有看到图像的，有看到这个真人的样子的，也有听到声音的。我相信都有。肯定不是一种方式哈。有意思。而且现在西方世界，像美国呀、欧洲，也有很多这些专门做通灵的。他尤其是跟死去的人哈，跟这个亡魂沟通，对，非常的多，对，其实就算是说几大宗教之中都有，对，你像有的稍微修一下之后哈，有的就是变得可能他的观察力就很强烈哈，能感应到这个鬼魂的存在，甚至是可以解读一些灵魂鬼魂的某种讯息，是。我们在电影上看到，西方世界之中哈，对，也经常说你们闹鬼了，有些基督教的一些人哈，拿着十字架，对，是，就上来像个武器一样哈，是，就是对驱魔呢，那来驱魔，其实就是在耶稣基督他们这个门派之中，是不是也有帮众生驱魔的这个行为啊？也有的吧？也有那种邪魔上身的，就是我们说的附体的那种现象哈。那可能他也是就给这个人呢，就上身的给这个人带来很大的心灵的困扰，然后他也可能去伤害别的人。对。那一般都是求助无门哈，可能就把这样的人就带到教堂里啊，或者是请有修行的神父到家里来呀哈，帮他去驱鬼驱邪、驱魔，他们叫驱魔嘛，对。对，我是想着分类哈，这有些我觉得哈，比如说人这个应该说通灵的人吧，就是分两大类，一种呢，他有这个比较大的信仰之中哈，比如他就信神、信佛之类的，那么这些专职人员呢，他每天就是希望说他的神保佑他，对，我的佛保佑我，就是和这个高能量这个生命状态在沟通，是，但是据我观察呢，很多就是与这个灵魂类沟通的呢，他们偏向于说只给灵魂类沟通，就好像再高级的这个神呐、佛呀，这好像就不太沟通了，好像是这个频道不一样哈，对，或者是有这个专业有专长一样的，对，专职沟通什么类别？对，是，对，其实跟神佛沟通的，其实我们很多跟师父学习的
学习禅修的这些同修们哈，其实他们都有经历。他们在真诚诵念的时候，经常都感受到佛光啊，感受到佛菩萨的那种温暖呀、那种护佑啊，哈，对，是一种无形的那种意念的沟通哈。但他自己身心灵都特别的受益，对，他就是作为如果职业的宗教人士哈，职业的宗教人士时常会遇到这样的求助者，比如说一个人。出现了像中邪的现象，是因为求医生没办法的，对，要不然就是送到精神病院，对，对不对？去给你电疗啊，绑起来啊，像监狱一样哈，是，那所以只能在民间找各种与神或与灵魂可能能沟通的一些宗教人士，还有一些民间的术士。对，会法术的民间术士呢，就是说可能有通灵者呀、巫师啊等等这些人哈，来帮着解决。咱们也接触了不少这类人了哈。师父也帮了很多人。对，也算是有一点经验哈。是。那今天呢，应该给大家讲一位哈，美国当代的一位。这个通灵师哈，泰勒先生的故事哈，我觉得是大家一定会非常喜欢的。泰勒很年轻啊，现在也到目前为止才20多岁，还不满30岁哈，是个年轻的帅小伙儿。他10岁的时候呢，自己发现自己能够跟灵魂去沟通而且有一些预知的能力。对，那从此以后呢，他就也去认真的去发展这个能力哈。直到后来就是长大了以后的话，就是到那个他一直都是帮人家去问事儿啊，去解决这些问题。后来就上了电视了在这个好莱坞那个在那个 Netflix 叫网飞啊哈，在那个里边有拍的他的一系列的那个节目叫《死后人生》这个节目就是特别的受欢迎。他就一集一集的，每一集里边呢，他都去帮不同的人哈，去问事儿，去解决他们跟亡者之间灵魂沟通，然后来宽慰这个在世者哈，他的心灵的这样子的。对，他很善良，很有同理心，讲的东西也很真实可信也确实帮了不少人。因为他这样的受欢迎程度呢，所以知名之后就好多人都来找他咨询要找他。所以现在的话呢，要在他的网站上如果排队预约的话，那我们今天的听众预约的话，前面还有30万个人等待，这可有的等对，30万人真的是预约了，对对对，很受欢迎哈。对，非常的受欢迎那今天的话，师父我们给网友们带来一个哈，他跟一个亡者沟通的故事。好，来求助的呢，这个人叫凯西是一个女士，她是一位理发师。那么她来求助的时候呢，她就带来了一个工作证的那个塑料套她就把这一个呢就交给了泰勒哈。那通灵师泰勒呢就开始去感应信息。他感应的时候很快，可能就几秒钟，他感应到了，好了，接通了，我这个人来了哈，就是这个亡魂来了。然后泰勒就开始说，他说我感觉这个人呐，他是英年早逝的，就是说不是那种到老了以后才走的哈。说他这个人本来是有大好前途哈，然后在人生的黄金时期，结果生命突然被夺走了，还没有经历完整的人生就结束了宝贵的生命，也是有点可惜的然后这个泰勒呢，接下来说，他说，我看到了一大排的车队。就好像总统要是那种世界上很有名的人物要是去世的时候，不都是有那种送葬的车队嘛哈，好多好多车，非常的隆重。他说这一幕呢，对这个离世者呢是很有重大意义的，因为这个让这个离世者感受到自己非常的受尊重、受爱戴大家是很认真给他办这个葬礼的。那他说了这2个信息呢哈，那这个凯西女士呢禁不住就流眼泪了，那他就坦白了，就跟这个通灵者泰勒就说是的跟你沟通的这个人就是我的前夫，他已经去世了哈，但是他去世的时候才年仅34岁
啊。那你看，正好应到了说是一个英年早逝的一个亡魂啊。而且呢，这个凯西呢，也就是说，确实是当时给他送葬的那个车队是很长的，因为这个我的前夫特雷啊，他当时的职业呢是一个就是开救护车的那个医护人员啊。那么他呢工作了有7年的时间，所以在他这个去世的时候，再去送葬的时候呢，他的同事们都是开着救护车来的，来给他送葬，有几百个人啊。而且呢，大家就呼喊着他的那个工作编号617啊，就说这个是你最后的一程了啊，到此你就是下班了，就是这样的哈，是非常感动的。那凯西呢又讲了特雷他生前的事情，他就说其实他们2个人是很相爱的，而且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但是就是在女儿出生1个月后，某一天晚上，这先生特雷啊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就癫痫发作，那他们赶紧去医院检查，结果就发现他脑部长了肿瘤，然后就开始了为期3年的化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通灵师泰勒呢，他接着感应嘛，然后他就说我传达这个特雷他说的消息啊。特雷说我不是自杀的哈，但是呢，如果让我生命重来的话，我可能会有不同的做法啊。那这个时候这个凯西呢又听到他也是挺激动的，他说真的是这样的，他说因为当时我从始至终都是劝我的前夫特雷去看医生，但是你也知道劝个男人去看医生不太容易，而且他又当时年轻力壮嘛哈。他说哎呀，我现在想，如果当时候特雷能够听我话，能够早点看医生，也许事情不会演变成今天的结局，也许我们可能会提早发现肿瘤，也许一切的结果都会不一样，说不定他还会治好啊，就是这样。那么这个事实呢，就是也是这个等于通灵师这个泰勒也是看的是对的。那么呢，之后这个凯西呢也跟这个通灵师说，他说其实呢，我的女儿在3岁的时候呢，就是爸爸刚去世不久嘛，我的女儿就曾经感受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爸爸在轻轻拍她的背，哄她入睡啊。女儿感受到爸爸就在她的身边。那虽然女儿才3岁嘛，是小孩子说的话，但是凯西是很相信孩子说的这一段话的，那么这个灵媒泰勒呢，又跟这个凯西又说，他说是这样的，他说就是离世的人呢，也不是要经常回到我们人间来哈，有的人呢，他只是回来一次呢，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因为他们不希望家人一直处在这种悲痛之中。他们有的时候回来就是想告诉你说我很好，或者说其实我还跟你在一起，就这样哈，对。然后这个灵媒泰勒呢，然后又说这个特雷他离世的时候他还得到了家人的心安才最后走的因为一个人离世的时候其实也是很矛盾的，一边家人都会说哎呀你别走啊，我舍不得你呀，可是另一边呢他又会听到说你的时间到了你就该走了。其实这个就是最后那个告别的时刻，对于生者和对于死者都是挺难面对的。然后听到这儿呢，这个凯西就回应说，他说当时特雷离世的时候是在家里，我们全家人都围绕在他的身边。那最后呢，我跟他说你放心走吧。然后特雷就听到了妻子说的这一句话，就停止了呼吸，闭上了眼睛，离开了。对，所以呢，其实就是特雷他转达给这个通灵者的那个信息，就是说是家人心安了，我才离开的，所以我也是心安的对，好了，就是这一段说完之后呢，这个通灵师这个泰勒，然后又问凯西了，说，哎，我又感受到一些信息你是不是认识从事石油工作方面的人呢？凯西说有啊，我现在的未婚夫就是，而且我老爸也是然后这个通灵师泰勒就说你的前夫特雷他感受到了，就是我感受到是因为他感受到嘛他感受到了你现在的这个未婚夫对你的生活是很关注的你日后的生活是会越来越好的，这个都是很好的。而且你现在的未婚夫呢对你也充满了爱，他呢也很期望跟你共享以后的未来。
所以你的前夫特雷呢，认为这个对你现在才是最重要的，你就勇往直前，就去开启你幸福的下一段的人生吧，哈。那么你看，就是说到这儿，这个凯西，哇，真的特别的，他当时我们看那个视频的时候，他那个表情哈，都特别的释然啊，然后又特别的感动，流着眼泪哈，就这样，他的感谢这个通灵师泰勒。就这一场与灵魂的互动，就让这个凯西呢内心坦然接受了丈夫的离世啊，也能够让她去勇敢地迈向与未婚夫崭新的生活。就是这么一段与灵魂互动的故事。真的是很感动啊，哈，师父。对，也是这个通过灵媒的这样的帮助，凯西能够真正的就是得到了宽慰哈，相信她的这个已故的这个前夫特雷心里也得到了宽慰，能够和他有这样的交流哈。是啊，那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当中哈，师父就是这个凯西有提到小孩子哈，他3岁的孩子在他前夫往生后没多久，有感觉到爸爸回来了还拍着他入睡啊，就是可是这个凯西他其实可能一直都没有就是得到过前夫给他的任何的这种感应和讯息，就这种情况是小孩子和成人是不太一样的，是吗，师父？对，就是通常呢，就是孩子在8岁以前，确切说是7岁以前哈，因为这个我们头顶上，小孩子呼吸的时候，跟着波动的那个头顶骨那儿，就是这个地方只要还是活动的，那么他呢就能够看到一些我们正常人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小孩子就指一个地方，说看到一个什么人或者一个什么东西哈，这大人呢不要盲目去否定他，他真看到了，告诉你他怕，他就是真看到了怕，只是你没看到而已。那么这个时候应该给他安慰呀，或者换一个地方睡一睡呀之类的哈，要去这样解决。孩子真能看到，对，要相信孩子哈。对，那我认为至少有1/3的孩子能看到一些什么。他也分每个小孩的这种磁场吧，磁场的不同，它带有比较能量上来说带有阴阳性的磁场，他就是感应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准的。是，这个小孩他感受到的是父亲对他的爱哈，对，还是挺温暖的，应该是的。对，今天上午我们还听到一个故事，就是一个2岁的小孩他家的一个亲戚呢中邪了，就是因为是亲戚嘛，其实以前都是挺熟悉的哈，应该挺关系挺好的。但是这个亲戚中邪之后呢，这个亲戚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啊，那中邪之后呢，这个2岁的小孩在见到他的时候，每次见到他就哇哇大哭，吓得，然后还要躲到大人的身后边去。对，就是这个中邪的青年人哈，他中邪之后，就他亲戚的2岁的小孩，这一见他就大哭大叫，就是害怕的要死。对，孩子能看到，孩子看到的和感受到的是。对，是更真实的东西，更真实。对，大人呢，就是说，哎，这个不是还是那个叔叔吗？是呀。可是孩子看到的就不是那个叔叔了，对，多了什么？对，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怪的东西。真的是，孩子还是很灵敏的。对，是很灵敏。师傅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故事其实挺圆满的，就是说这个凯西呢也通过这个通灵师哈，就知道了说已经死去的丈夫特雷也鼓励他也祝福他跟这个现在的未婚夫在开启新的生活，是不是凯西得到了这样的一份祝福的话，是不是他未来的这个婚姻生活会比较的平安顺利一些？或者相比说，如果说她的前夫不同意她再开启一段新的生活，不管是啥原因吧，反正对，关键是如果不同意的话，对，或者比较讨厌他的话，说不定他会产生干涉的行为就灵魂来干涉了。对，这干涉的行为，一个灵魂哈，如果不是个冤死鬼的话，
他不会要对方的命，但可能会让你受伤。哦，比如让你开车的时候心慌意乱，是你会容易出什么呢？就车祸。出事故呀。对，是，但是呢，通常它不会让你死，因为它没这么大的能量哈。但是会让你伤痛、不舒服、不顺。或者你们在睡觉的时候，它总也在你屋里头飘来飘去，它就让你看见，搞点声音啥的，或者进入到你的梦境，进入到你的梦境。吓唬。对对对，就看它还能有。比如说到了成为鬼魂之后，他能够与什么其他东西沟通没有？比如他让很多蚂蚁钻进你家，让很多虫子呢来到你的这个厨房，对不对？他让你就是不得安生。对。那要是这样的话，比如说这个凯西，她又跟她新的丈夫以后也要生儿育女啊，那未来的孩子也会受到影响吗？非常容易。是。就是如果有一个鬼魂哈，对你有怨恨，对你非常有怨恨的话，最能够受到影响的是接下来他们一起生宝宝这个行为。因为这个儿童从这个胚胎都没有的时候，到决定出产生一个生命的时候，这个灵魂最容易去对他形成干扰。比如说将来养不大，不好养，不好养。或者是智力的问题，对，都可能会形成一个严重的伤害。所以如果还是得到这个前夫亡者，这个亡者的祝福的话，对，或者是允许的话，至少他不来骚扰你，是这样的。那咱们平常人如果说没有通灵师去处理，去这样，咱们到那个亡夫的那个墓前去，跟他念叨念叨，跟他沟通沟通，这个是很必要的，很必要的哈。你就像人呢其实就是包括这种亡灵鬼魂的情绪是，我觉得和人差不多。对，也有嫉妒，非常有人的感觉，是，对吧？比如他生气了，他其实就他生的气也是人生的气而已，同样是这样的。比如人鸡肠小肚，那鬼魂也一样。对，但是呢，你看人呢，无论多生气，如果人家给你赔礼道歉，你通常对他下不了狠手，就还是会缓和的，对吧？哪怕杀父之仇，对方非常认错，我又拿礼物，我又道歉，我又赔偿，你就不好说我杀了你吧，对不对？是。所以通常就是还是缓解了这个冲动。对，如果没这么大的怨恨呢，就很容易缓解。对。这个好。当然也看那个亡者的那个魂儿，他是不是通情达理可能有的好劝一点，有的不太好劝是。像这个特雷，人家就很通情达理，还祝福他的这个妻子是对，挺好的。对，说明这个特雷在活着的时候，包括去世之后，还很爱他的太太凯西对。所以真爱呢？真爱通常都是为了对方好，对，不是叫放手，对，都是为了对方好，对，而不是诅咒对方或毒霸你，别老去牵绊，我死了你也不能嫁人之类的，那这样的话就据为己有了，对，那不是一个真爱，对，而是贪婪，没错，是控制，对，真爱都是为了对方好，真的挺好对。那师父这个人变成灵魂以后他是不是能够看到很多我们作为人其实是看不到的很多事情？应该是，这真是个好问题我觉得就是人类的这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它和灵魂不一样。我觉得就像那个钟表的表针一样这变成灵魂之后呢，就是这个灵魂的生命状态看时空的时候就好像到了表盘的中央。他看得更广，而这人呢，形成人的时候，就到了表针的尽头，他看到的是一个那样的一个半虚拟的空间就是看得更短暂，而这个灵魂体的时候看的可能是你的1年、5年、10年或者是100年以后的样子。那么就是你的未来发生的每一个叫做片段虽然你还没有走到10年以后。但是他已经看到你10年以后可能的状况。对。那过去就更能看得到了，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那人真的是要是过去，比如说
伤害过某个人，人家不知道，人家最后当了灵魂看到了哈，全明白了。是我想起来，就以前我们讲过一个海南再生人的那个故事，他是被同村里的一个人害死的那么他转成他的来世转成一个小孩嘛，然后就让这个爸爸带他回到他认为的那个老家去，对对对。当然，他这个不是灵魂知道了哈，他已经这个灵魂又转世了，转成这个小孩了。但是这个小孩就是清晰的记得，有记忆，对对对，是谁杀死了他，怎么一回事儿。对，所以就是像你说的，就进入到了灵魂这个状态的时候，他就。哎呀，什么都知道，过去未来都知道，对，所以我们还是恩怨情仇啊，一目了然，不要伤害他人。对对对到底谁害的我，谁给我下的毒，谁给我一闷棍，对，都知道，一清二楚啊。可能有的时候人间那个法律都破不了的案子哈，那个就破出来了。对，是的，对。还有想起来一个，中国也是有一个一个男的也是被害死的，结果他托梦给他的姐姐。他的姐姐，然后就跟警察说了，说我弟弟埋在哪儿。警察都不相信，说我们从来没有说按托梦来给你那个是破案的，警察都按科学。对。结果到了那姐姐说的那个地方，挖出来尸体怎样，后来就把这个案给破的。对，所以真的是灵魂他自己是知道的，我们人反而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是。所以我记得是前些年哈，就是之前咱们也讲过，美国曾经有警察哈，请灵媒破案，帮着破了这个多年的破不了的疑案。对，在美国还不少呢，这种例子是，对对对，真是。像这些灵媒，有的他就是找这个死者哈，来沟通，对，来描述，杀他那个人。长什么样子是，甚至或者还知道名字是谁，没错，尤其是认识的哈，他就把名字说出来，就是谁谁谁，对，就是这样，对，那警察一步就抓到位了。是的，所以灵魂真的都知道，是，对，所以你看，沟通灵魂也挺重要的，挺重要的，对，是对。师傅，我刚才想起来，刚才不是说如果像这种刚才凯西这个例子哈，他又要再嫁哈，那么要征得这个死去的这个亡夫的最好有一个同意。那还有一种情况，他这个先生没有死，比如说是离婚的。离婚的这种情况，尤其像一些传统的社会的话哈，媳妇进门的时候都还去拜见这个夫家的祖先，就好像有点认祖归宗似的哈，说这个姑娘嫁到我们家来了，这是咱们家的儿媳妇，怎样的哈，让祖先都认得她了。如果离婚以后的话，再嫁还是怎样的话，是不是也要跟原来这家的祖先也得去祷告去说一说呀？有这个必要吗？这个就看他祖先脾气怎么样。那还是说吧。那咱也不知道脾气怎么样啊，那还是说了好。通常咱们就是当年在中国的时候，像你们结了婚，有没有到夫家的祖坟上拜一拜？结了婚以后是会跟着他们一块儿去祭祀的，因为就成了家里一口人。像过年呐、清明啊，对对，会的。你结了婚的话，你是一个成年人了，是的，就属于夫家的人，对吧？对。人家去拜祖坟，你得跟着去。是的。你那拜祖坟第一次去，有很多时候老人都领着介绍。对。这是我家大儿媳妇，叫什么名字？请祖宗诸位要护佑，是吧？是。他已经报了到了。是的，报个到。就是比如说你们两口子过不下去，闹离婚，是吧？一般是走的时候早忘了这一章了。对呀。我给谁祖宗报道？就拿个离婚证，以为就完事大吉了。其实可能这个祖先也知道。但是呢，你和这个祖先没闹什么别扭嘛？对。你是和你前夫闹别扭嘛？对。所以给人家打个招呼比较好。是尊重恭敬啊。对。这个提醒挺重要的，要不然我们不知道呢，还。对，还是打个招呼好。好的，感恩师父提醒。对。那刚才也是讲到，就是这个灵媒沟通这个特雷的时候哈，特雷他有表示到说，当时给他办葬礼的时候，很多这个车哈，很多人给他送行，就他觉得受爱戴，就很开心。就是灵魂对这些还是蛮在意的哈，就是这个葬礼办得好啊。
我刚才讲到哈，灵魂在意的灵，它不是神，灵魂和人是人变成的灵魂哈，大概是有这么种，是灵魂在人间接受人的这种习俗之后，而他的喜怒哀乐就和人间差不多。所以他已经确定自己已经死了，对不对？可是确定死了之后要离开的时候，还有一种走法，就是说没有人送。就是他们家，他太太请了个出租车司机，把他那个灵车棺材给拉到坟地，找几个工人给他埋起来。就太太带一个孩子送葬。这个不是没有啊，是也有，是被这一个村子、这个村镇这一群人嫌弃的人。这是什么嫌弃咱就不知道了。确实有这样的。还有呢，稀稀拉拉几个人来，而来的人也不太尊敬。是吧？这是一种状况。人看着不舒服，这个死者灵魂呢，看着不痛快，不舒服。对，不痛快。所以一大群人来送殡哈，来给他送行，来道别，他觉得是欣慰的。是，对，这个我也是，我自己就有一个小故事。以前我们一个邻居啊，他家那个老头子就去世了，爷爷去世了。结果他们就给办婚礼啊，他们当地的那个习俗还要搭台子，还要唱戏演戏，还要唱歌，还要摆酒席，对，就是挺热闹的。结果呢，那个葬礼的第二天，结果就是他们家一个女性结果被那个老爷爷就上身了，父亲对，然后就是那个女的就马上就是用老去世的老爷爷的声音、表情、语气，就在那儿骂他们，说你们这些不孝子孙啊！我养活你们这么多年，这个葬礼办得这么寒酸，什么唱戏的才唱1天，什么唱歌的什么什么也没请什么大腕之类的，哇，给他们吓得赶紧又得花钱又重新又请戏班子什么这个那个的对，哇，当时听到哇还有这种事情现在听到还真的是真实的。还真是有很在意的这个就说这个亡魂呢，不过他这个葬礼办的好像还挺热闹的让他不满意，对，他就可能是自己的遗愿没有达成吧，对，那觉真讲的这种像老人家嫌弃这个葬礼办得不够风光对，那让我想起来就是在中国，我不知道世界其他地方。在中国呢，有一种老人家当然说法这个年龄不一样，有的就是说70岁以后去世70、80、90100的这个年龄去世，办这个丧事通常叫喜丧，喜丧叫喜丧，这个喜丧就是说这老人家去世之后呢，办这个丧事办的。和婚事差不多，就高兴庆祝的，是高兴的，对，就不是那么伤悲的。他用的花都是红的、黄的，对，他都不是用黑白这个东西来做，而且又唱戏又跳舞之类的，是有这样的，对，就像过年一样，还得迎宾吃喝这样子，对，所以呢，我呢也查了一下呢，至于说这个喜丧呢。在大概的中国来说，它是有这个3个条件。什么叫喜丧对，喜丧的一个呢叫全福，就全福之人，就是他这个家族兴旺，比如说死的是个老爷爷吧，对，比如说孙子。过去如果放开生的话，一群孙子，几个儿子儿媳妇，闺女家人也挺兴旺，都是后代比较兴盛，这叫全福。那么第2个条件呢是全寿之人，简称全寿全寿，长寿的，通常是80岁以上。对，80岁以上是至少也得70岁以上，因为古人这个过去的医疗条件呢，对，饮食战争灾荒所以古人平均的寿数都比较低。对，你看在汉代的时候，东汉西汉，现在倒数2000年前人的寿命平均不到30岁。
甚至是平均有说20岁、19岁这样子的，这很早就去世的哈。所以过去讲，人到70古来稀哈，对，是吧？这70岁都是很少见，很少的了。对，古稀之年呐。所以你想在汉朝哈，2000年之前，那个汉文帝是给拐棍，他专门奖励70岁的长者，无论男女哈，你只要到了70岁，就那个时候代表政府官家，给你发很多这个食物，对，吃肉，还有代表象征，就是皇帝关照过的老人，给发你有个就是一个杖。就是帮着，就像拐棍儿，比如长的高的拐棍儿，拐棍儿上头呢雕了一只鸟，对，那个鸟叫鸠头，所以这个杖就叫鸠杖。这个鸠杖也代表着皇家关注的一种威仪，说大家都要让着他，比如他想去谁家村里谁家吃饭，谁家就得好好欢迎，好好款待他，还不能收费，对，更不能打骂。如果你打骂了，不管是谁。打骂了皇帝赐封持鸠杖的这种长者的话，那可能会砍头的。对，是这样子。而且呢，就是有一天他往生过世，那政府还会给很多钱呐，买棺材啊之类的，就是很优待。对，哎，这样的。所以70岁以上的人过去是罕见的。对，哎，对，是这样的哈。对，长寿。所以呢。哎，你是一个全寿的人，是高寿的人。高寿的，哎，这是第2个条件啊，全福全寿。还有呢？对，还有一个呢叫全忠之人。全忠呢就是指善终。哦。比如说，因为过去也是医疗条件哈。第一个不是横死。第2个不是自杀。是吧？也不是悬梁自尽的割腕啊、喝药啊。也不是说一看得了个怪病，长疮流脓或者半身不遂死。都没有，就也不知道有什么病没有，反正就死了。对，也不是被谋杀哈，就正常死亡了，对，好像也没什么病。这叫无疾而终。又是高寿嘛哈，有符合这3个条件的人，才能举办喜丧。但是呢，后来这个办喜丧的时候有点朦胧了。主要还是说，第一个他有几个孩子还可以。那么第2个的话呢，就是他年龄一定是超过70岁的，是这样。那么第3个哈，也分这个老人去世的老人，他家在这个地区的威望。对，为什么孤寡老人不会过这个呢？没人给他办丧事啊。因为大家在他身上已经看的是最后的希望就破灭了。对，他也没有儿没女，什么都没有了。大家就说，哎，埋了就算了。是，所以他就没有那个人丁兴旺。对呀，全福。你比如他儿子在城里做县长，做副省长，是吧？哎，你看这个绝对是喜丧啊，是吧？大家也来捧场啊。对，最起码是人缘比较好。是的，对。所以呢，我看到过那个喜丧哈，尤其是那时候在青海的时候，哎呀，吹喇叭呀，扭秧歌啊，我说这到底是死了还是活了呢？是吧？说既然这么快了，干嘛死啊？那时候年龄不大，我就那么想，还是，真是他就把这个丧事啊办成喜事，就是喜丧哈。对，就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完整的一生哈。对，最后一个告别，高高兴兴的告别的。对，那说到这个哈，长寿哈，师傅，我们这个温哥华禅堂哈所在的这个城市列治文市哈，是加拿大最长寿的地方。对这个人的平均寿命啊是85.7岁，比全国的这个平均寿命81岁还高4岁呢。这是平均寿命啊，就在加拿大，在加拿大都是最长寿的，最长寿的，对。然后咱们这个城市哈，就好山好水，好空气呀哈，那个人民也特别好，市长也特别好，环境都特别好。我觉得咱这儿办喜丧的条件最具备了。对，还真适合养老。是的，适合养老，人特长寿。是。加拿大人其实人心特别善良。特别善良平和。你看你在社区里头，
就是比如说路窄是吧？一个路口就是不管有没有交通灯，对不对？只要有人想过马路，开车的人提前停下来等着你，都停老远，然后摆摆手，让人家安安静静的，就是很安然的走过去。是，对，都是非常让的。对，你去办个事儿，如果有排队哈，大家不是说。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加塞的。我们过去在中国挤公共车的时候啊，那比的是勇敢和体力，有一种英雄的精神才能扑进去，是吧？这个，不能，他是一定大家人互相让的，要修养，非常谦让，非常对，是这样平和的。对，我是想起来，在某一些国家以前过马路的时候，就感觉冒着生命危险在过一个马路，真的，真是这样。那时候过马路就要稳准狠穿过去，这样，要不然你给撞死了。是。所以这里呢，他特别礼让。所以一开始我们都不适应，真这么文明吗？确实。我们现在也都学文明了。几十年如一日，是，还真是这样子。是的。哎，你看我们在亚洲待一待哈，你回来开车的时候就忘了让人，就发现哎呀自己真不好意思哈。对，要小心。是。这里人特别。以人为本，对，而且很爱护自然和动物。哎呦，那自然又特别的美，真是，所以很多人自发的哈，结成团就在地上去捡垃圾哈。哦，哎，这个真是挺好的。对，是，大家特别好，爱护这个大自然非常美。对，咱们加拿大。尤其是列治文这个城市哈，真是好山好水好市长哈，是的，真是特别好，对，吃的也好哈，世界各地的各种的食物都是应有尽有哈，是，而且大家吃吧，而且不怎么胖，啊，对，他不像哪个国家似的哈，这没吃多少就胖了，这里就吃吧。不会太发胖，哎，你看这么个地方还是很健康，非常菩提禅堂，大家都来禅修，走八卦。咱们这个空气哈，我走过那么多的国家，哎呀，这里的空气真没得比了，没得比。你如果是早上，晚上啊10点以后，你再随便在街区里走一走，哎，那空气舒服的呀。对，你就觉得被疗养的感觉，是清心健脑，消除疲劳。我相信我们很多网友就觉得我这样说是有在做广告啊，在夸张啊，真不是这样的。你听现在海鸥都在同意，海鸥就在屋顶在叫，对，就呱呱呱，对，都在说是这样的，是。对，所以这个地方这个空气特别好，特别好。其实那有人说空气重要吗？太重要了，空气比食物还重要，就是空气的干净度哈，是，对吧？要不然的话，你的心肺血管早出问题。对，所以好空气。好水，好水，好土地，没错，这个土壤什么都长。哎呀，这土地啊，太容易种东西了，种什么长什么，那花开的又美，树长得又高又健康，肥沃的庄稼粮食、玉米都小麦都老好吃了。对，所以是长寿之乡。对，所以哎，如果在咱们这里又是禅修的话，那你想，哎呀。所以嘛，那市长年年都春节都来咱们禅堂，然后8月3号菩提禅修日都给咱们写感恩信。对，因为有了菩提禅修，也是让列治文的这个人民哈更健康、更和谐，多种文化的这种和谐。对，我确实也感恩师父，师父也确实是给这个社会带来了很大的贡献。我们也别忘了感谢加拿大总理哈。我们的特鲁多总理也是每一年啊，对我们认可和支持哈。非常认可，真的，非常感恩哈。是，所以欢迎大家呢来到温哥华学习菩提禅修。是这么好的地方，在家禅修的话，我觉得就像一个叫纯净纯美之地哈。那一定是健康长寿之乡。真是非常甜美哈。咱们接着往下讲。对，师傅，咱们回到与灵魂沟通来，咱们讲这个温哥华真的太美了哈。是，对。对，刚才讲了这一段，这个美国的泰勒尔哈，他这个对通灵师，他是沟通了好多人啊，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小故事，但是也是挺感人的。对，对。如果想找这个年轻的泰勒先生哈，给你看看你的亲人往生的哈，
赶快上他的网站排队，排队，但是不知道哪一年能排上你啊？前头有30万，对，30万排队。现在排还好，前头有30万，再晚了就前头有40万了。对，有可能，所以至少这里还能看到一点希望啊，能排上队哈。咱们接着往下讲。好的啊，那接着跟师父分享一个祖先护佑的一个真实事件哈。哎，他说我的家族啊，就经历过一件非常让我们深思的真实的事件。这件事呢，发生在20多年前。那个时候啊，我的姐姐忙生意，她的生意特别好，每隔2周啊，她都要坐着车啊去城里进货。有一次呢，她计划在清晨出发去进货，可是头一晚呢，她做了一个非常清晰而且印象深刻的梦。她梦见自己到了老家，在老家和母亲一起做饭。梦中的场景啊，和现实生活中老家的家庭环境是一模一样。老家厨房门口呢，正对着家门前的空地，空地前是菜园，菜园前就是几个坟墓。那在梦里呢，我的姐姐啊，看到一位穿着长衫、大约40多岁的中年男子，从坟地的方向就走到了厨房。这位中年男子啊，拉长了声音，语重心长地在梦中对姐姐说：“金贵呀，你不能去啊，你不能去的啊。”醒来以后呢，虽然这个梦异常清晰，与众不同，可是姐姐还是决定如计划行动。可是就在她准备踏出家门的那一刻，一阵突如其来的无力感袭来，紧接着就是全身发热，有了类似发烧的症状，这迫使她取消了当天的行程。可是令人惊讶的是，错过了去城里的车之后，姐姐的这些病症啊就完全消失了。那在接下来的2天里呢，每当姐姐想要尝试重新启程去城里的时候，都会再一次发烧发软，无法继续。相同的梦境也是连续3次，在3天晚上都来到了姐姐的梦中。尤其是在第3天的梦中，那位中年男子还额外加了一句话：“你要听话啊。”那由于货物已经卖光了，尽管对这些梦境和突如其来的病感到不解，姐姐在第4天还是坚持前往城里去进货了。姐姐一上车后，发现车上只有一个空位儿，可是她想起梦里的话呀，以防万一，她还特意请求和别人跟她换了一个位置。那车不知不觉地快到城里了，她呢也在车上就睡着了。突然一阵喧哗声把她吵醒了，同时她感到眼前一黑，似乎有物体撞击了她的眼睛。她本能地用双手紧紧地捂住眼睛。迷迷糊糊中，周围的人惊慌失措，就听有人大声喊道：“不得了，不得了！这女孩的眼睛肯定没用了！哎呦，这个司机师傅啊，你赶快送她去附近的医院！”在众人的催促中，司机将姐姐送到了附近的医疗点。到了医疗点的时候，医生就问她是不是还能看见东西。姐姐当时虽然说能看得见，但是内心充满了恐惧和不安，担心自己可能永远失明。医生检查后发现伤口位于内眼角，情况很严重，就立即进行了处理，缝了10几针，嘱咐姐姐几个月内都不能见强光，要戴墨镜。当时在场的同乡回来以后呢，将此事的具体情况讲给我姐听。原来当车快要到达城市附近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冲到车前面拦住车，大喊大叫，然后就将一个装东西的袋子砸向了车子。这个袋子打到了车窗的玻璃上，玻璃渣子呢就刺到了姐姐的眼睛上，当时流了好多的血。姐姐将这件事的前后讲给父母听以后，父母吓得不轻，父亲赶紧拿出家谱来查看。非常惊奇的是，家谱上竟然记载有一个祖先正是埋在姐姐梦中的那个坟地里的，上面写着是世皇公，去世的时候39岁，已经距离我们有7代了。那按时间来算，那个年代的服装正好也是穿长衫，39岁的年纪和姐姐梦中见到的那个中年男子相符合。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逝去的祖先世皇公一直在照顾着我们后代。
这段经历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与祖先之间看不见的纽带。在这之后，每一个重要的节日、家族纪念日，我们都会去虔诚地祭拜祖先，以表达我们的敬意和感恩。这个还真是要感恩这个祖先哈，让祖先多次来提醒啊，提醒了4次，对，但是姐姐还是没全听啊，结果受了伤啊，对，是，对。那师父听了这个故事，我就有个问题哈，他这个祖先呢，来提醒他的，已经是7代以前的祖先了，难道他没有转世吗？他一直在这儿吗？这有可能没有转世。哦，那这个对他是好还是不好呢？这个就像每一个人的使命哈，是一样，他有他的原因。那我现在呢，我回忆，我再总结一下这种感觉哈。我觉得这个7世之前的这位祖爷爷吧，他是一种中青年的年龄哈，39就去世了。如果他的族谱里头记得清楚的话，是应该这一位世皇公哈，他的死不是正常的死，是被打死的。你们记得吗？在台湾的时候在查台湾的很多地方志的历史上哈，就这样子，比如说2个村。也就是2大族系，比如说这是王系，那边是张系，是吧？2个村庄，可是农地呢，就是紧紧相连，就中间像个拉链一样，这个拉链呢，就是一个河沟，对，来灌溉的河水，是。那你想，这个农田都是等着需要浇地的时候，抢水源，这个时候水流过来了，那么如果你家的地早点被浇水了，之后呢，你就丰收了。对。如果浇的晚或者没有水了，可能因为过2天雨下的少了之后，这个河水也少了哈，对，就可能浇不到地。对。就经常会发生什么呢？2个家族村民打斗，就是派出来青壮年，互相拿上棍子镐头，就开始拼命打。对。就看谁打过谁。就是这样子。所以经常会有这样被他家族再请一些巫师啊，甚至是宗教的一些大师傅给他祈祷之后封神。封神哦，因为他为保护家族做出贡献的。他到底能不能成神不知道哈，反正是这样把他推举为说认可的，这是我们家这活着这些人当英雄啊，对英雄，比如世皇宫保佑张家这个历代后人之类的又给他塑像，又给他上什么牌位供他，这个时候上牌位供，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封神。至少他就有职位了，有使命了，对，就是大家想供他，而这群人特别恭敬的供他，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感恩供他的时候他就容易成为比鬼更高境界的。是一种超越鬼的，一种这应该属于神界的，最初神界的生命。对，他就不用转世了，这个就是他的他也不想转世了。对，说我就守护着老张家，这个世世代代守护神，有这样子。还有一个他的坟，离他们住家很近，对，都是有原因的。就封神之后，所以他当时埋的时候就这个意思。你呢就近一点的守护着你老张家的这后代，就有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所以世皇宫不光是守护他，对，别人也有守护，但是别人的这种麻痹感被守护了也不知道，都没接受到这个讯息，或者是被守护了自己不知道，对不对？对。比如说有个玻璃要扎过来的时候。其实你也推了你一把，是的。可是你自己不知道，你以为说我就是不小心就躲过了，对，以为自己脚底下绊一下。这金贵呢，人家梦到了，是的，整个感受很清楚，并且把它记录下来了，对，并且还去查这怎么回事儿，是吧？你要出门的时候也发烧了，
啊，让你不舒服，是吧？哎，这又是一个问题了，师傅。这是什么问题？对，这个世皇宫他阻拦他，就是去躲这个祸事嘛，等于是哈。对。就是这个祖先或者说守护神，他还有本事让这个活人生病。对啊。那个生病都是假象。对，就是对，让他出不了门儿哈。这个鬼魂呢？首先，这位世皇宫的鬼魂不是一般的鬼魂，是能量很强的，他属于他家的守护神。那么来保护他的时候，让他有不舒服的感觉，我相信鬼魂有鬼魂的办法。活人不一定有办法啊，活人可能拿砖头砸你一下之类的哈，嘴捂住之类让你不舒服。但是呢，鬼魂有鬼魂的方法，那他的方法怎么弄我不清楚。但是所以他让活人有了某种感受，我觉得在我听到的故事中，这个非常常见，是比比皆是。对，是这样的，他可以把某种能量作用给活着的人的。包括让你出车祸撞车呀，或者是觉得不舒服呕吐啊，等等的，都是很常见。心慌啊，你像我在之前我遇到几次这种非常通灵的灵媒，他身上有那种野狐野狼的能量，还有强烈的某种鬼的能量。来找我来聊天的时候，我那时候年龄小一些哈，法力还不够。他要找我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没电话，我不知道的。对。他提前2个小时哈，我就晕得我睁不开眼睛。晕。对于我来说就是晕。到后来的话，我过了24、15岁之后，那个晕它就好了。我说我可以让他晕，不能让我晕呢。好，是，所以有很多有些有那怪的附体的人见了我之后，他就不舒服。对，就我让他不舒服了。所以过去我能量比不过他的时候，他让我不舒服。对，但是我就是说这种邪灵鬼魂的哈，他会对人他有目标性的让你产生一种现象，一种生理上感受到的一种现象。对，这个挺重要的。这样的话，就是当我们有这种现象的时候，至少知道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或者是提醒我们呢，或者是不要去做某些事情哈。对，反正就是有人带信儿来。对，要敏感一点。那有的时候哈，师傅，比如说有的人也做了一个梦，可能他就做了1次，也没有连续3天做同样的梦，但那个梦也挺清晰的，好像是在预示着什么，可是他又不懂，没办法解读这种情况，他可以去哪里找帮忙？很多人都是这样，没解读。对。那通常第2天哈，你就如果今天晚上做了个梦嘛，今晚上做了个梦之后，就觉得是有某种。预示征兆哈，就觉得是一定有含义，但是自己确实不会解读，就建议能找一找你本地有没有这种通灵者，有些你看在国外它是有公开营业的嘛，对，你在台湾、香港是公开营业，这些通灵师哈，对你去问问，没啥坏处，对。所以还是提醒我们网友们，如果接受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别用我们理性的大脑给它挥之一下就挥走了哈，不去理会。对，因为很多人他是觉得，就那么着啊，就算是有啥的话，比如说他做梦哈，很清晰的梦到自己真正开着自己每天上班的车，就在半路和一个大卡车撞了，出了事故，就醒了之后。你要不要去上班，还是找人问一问呢？对，你是上班重要呢，还是出车祸更重要呢？对，如果为了这个问题说早晨起来赶快给领导打个电话，先请个假，赶快请通灵者问一问，是怎么回事儿？对，所以就我来讲的话，我所知道的这种经验哈，比如说我们在昨天晚上到睡觉到早晨起来，洗漱要准备出门之前，这个过程之中，发生了特别的觉得不顺利的事儿，说把你给弄痛了，比如说哪里流血了，你每天来回走的路，就一脚踢到自己的什么门槛上，愣把脚
踢得痛得不得了，是吧？说开水把手给烫了也厉害，等等的这些现象，都可能是有某种寓意。那谁给你的这种寓意呢？第一个就可能你们家的守护神，这个神灵与你的信仰有关系。比如说你信耶稣的，可能耶稣或者耶稣的下属来给你指导一下。对。但是你木讷呀，他有一种稍微刺激的方法来提醒你。是。那么信佛的呢，可能佛的一些护法神、菩萨来提醒你。你也是木讷呢，就用更强烈的方法让你感受。是。这小心呢，有灾祸呀。对。哎，对，所以民间老百姓也总结一些那些有这种感受征兆的一些顺口溜。比如说左眼跳什么，右眼跳什么。左眼跳财，右眼跳祸。跳灾。还有啥？还有的时候打个喷嚏是谁念叨的？打一个喷嚏是啥？打两个喷嚏是啥？打三个喷嚏是啥？是吧？对，它都是有一些说法的，这些是大家最后总结的。还有人梦见，哎，对，在北方人喝茶哈，那茶叶里面那个小茶叶棍儿，对，如果竖着，是有亲戚和亲人要见面，最少也是有讯息要来。横着呢？你看过去没有那个横着的飘着没事儿，那是正常状态。横着的是正常状态，竖着立着的哈。当你感觉带给你欢喜感的时候，通常要见亲人。是有的时候他那个茶叶棍在里头还跳跳，对，竖着还跳跳，还跳跳，对，是你特别喜欢的人要见你，对，要跳跳的，对，是，对，它都是很多的现象哈，很多的现象它都是有些说法的，还有你正在对了，比如说你做梦的时候，梦你牙掉了，对哟。我多说了一点哈，就可能不是面临着明天你有问题，就可能有重病和大灾出现，对，所以有很多，一个是梦境的，梦境有很多很清晰的时候，是一种预示，告诉你接下来可能有问题了，当然也有坏问题，也有好问题哈，就梦见大光明之类的，就特别光灿灿，哇，特别喜悦，这都是要提升啊，发大财呀，捡红包啊什么，对不对？找上对象了哈，等等的，都是好事来着。哎，对，凡是掉牙呀，做梦哈，脱头发呀，那还有掉悬崖的呢，跌落的那种。跌落悬崖不一定是大坏事儿，只是疲劳。累的那个是疲劳因为跌下悬崖它不是鬼压床，这是两回事，这是累的，累的心脏呢，这个供的这个能量不足了，所以这个时候这2天要好好睡睡觉休息一下，所以有很多这种预兆预示哈，其实要学着解读。真的，人家真要学习。在天地间哈，我传递一点知识性哈，天地间的万事万物的明显的显现，一定有它的含义。是的，一定有含义。对，就是这样子。好，要学会去，就是对，就以前师父说 check your message。对，你要会解读这个讯息，但是一般不会解读。一般不会。当然，像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如果有什么觉得需要去解读的这个讯息的话，请到我们菩提禅堂哈。我们菩提禅堂有很多解签师哈，很多修得好的老师哈。他们靠的不是这个经验，而是灵性。灵感，修法之后的清净灵感，可能解读你那个讯息。是我相信会对大家一定有帮助的。是，对，感恩师父。是，那接下来再讲一段托梦的这个事情哈，这个也是很神奇。是在美国佛罗里达的一所监狱里边啊，有一个囚犯，他连续几天做一个同样的怪梦。梦中是天空下着大雪，一个男人牵着他的手在湖边走。这个梦呢，让他感到很困惑，因为他从小到大记忆中都是在佛罗里达生活的。佛罗里达是热带地区，就好像中国的那个福建、广东那一块儿哈那样的，是从来没有见过下雪的。
但是他梦中的场景却一直萦绕在他脑海之中，陌生又熟悉，也让他感觉到心烦意乱。这个犯人这种异常的表现呢，就引起了狱警的关注啊。他呢是一个曾经犯下重罪的不良少年，但是在狱中呢表现得还不错，也得到了减刑，很快就要出狱了。他在服刑现在已经是第11年了哈，一直情绪比较平稳，第一次出现这种情绪上的反复哈，所以狱警呢就来询问他了。那么这个犯人呢也是请求狱警啊帮助他查一下自己的身世啊。那这个监狱也觉得挺奇怪，说为什么要查自己的身世呢？那这犯人说，他小的时候呢就生活在佛罗里达，是由爷爷抚养长大的。那爷爷去世以后呢，他就被寄养在姑姑家。姑姑呢，除了给他吃的喝的呢，也很少去管教他，这样呢，让他的性格越来越孤僻。特别是自己跟其他的孩子发生矛盾以后呢，也没人帮他，自己个头又小，打输了啊，就被人骂是没爹妈的孩子。很多大人呢，也是有意无意的提到他是被抱养来的，这样他对自己的身世呢，就一直耿耿于怀。那这种自卑心呢，也导致他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然后就跟着一帮坏孩子混在一起哈。监狱呢就是进进出出了。他多希望自己父母能够来看他呢，可是他爷爷生前口中讲过的父母却从来没有出现过。那这个狱警呢也查了一下这11年的探监记录，竟然没有一个亲属前来探监，甚至一封信一个电话都没有过。哎呀，这也是真是让人吸了一口凉气啊！没有家庭亲人的关爱，这个犯人就算将来出去了，以后要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融入社会呢？所以呢，就是监狱就派了2名狱警来到了这个犯人的家乡调查。去了之后呢，这个姑姑也不在家。不是姑姑呢，就是也不愿意理他。然后呢，这个狱警就是要说，那姑姑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个孩子的父母联系方式呢？然后这个姑姑也说，没有什么联系。就是这个调查就陷入困境了。这个时候呢，一个60多岁的邻居提供了有用的信息，邻居就说，其实这家人很奇怪，当年嘛，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媳妇儿怀孕，可是。后来也没有给孩子庆生过。孩子的父母呢，说是在德克萨斯州打工的，可是当年呢，却是从加州回来的，所以呢，大家都在传孩子是他们从加州给抱回来的。可是加州太大了，这又如何能够寻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呢？这个时候，这个狱警突然想起来，这个犯人他提到下雪的梦境。加州有下雪的地方吗？他们一查呢，对，这个加州的气候，加州很大嘛，它北边还是比较高海拔的，是山地，那个地方是相对冷，冬天是会下雪的。于是呢，狱警就到网络上为这个犯人呢登了一份寻亲启事。尤其呢是发布在这个北加州的地方，那引起了当地网友的关注。经过大量的转发之后呢，在这个寻亲启事的第4天，监狱就接到了电话，一个中年女子说她自己的弟弟小的时候被拐走了，家里呢寻找了多年也都没有找到，直到现在看到照片，感觉像自己的弟弟，而且自己的家门口确实也有一个湖，冬天呢也会下雪，这些都和犯人的梦境很类似。那么监狱呢就安排2个人，就犯人和这个中年妇女就做了 DNA 的鉴定。1个星期以后，鉴定结果出来了，这2个人竟然是异母同胞的姐弟关系。那确认了身份之后呢，监狱立刻就安排姐姐来跟犯人见面了。哇，这个一生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姐姐见了之后2个人就抱头痛哭啊。原来这一家人自从弟弟被拐卖以后呢，也是一言难尽。这么多年呢，为了找弟弟，一家人又打工又到处寻找，但是始终没有找到。更可惜的是呢，他的父亲在不久前去世了。
一直在临终前还念念不忘要去寻找这个失散的儿子。那这个父亲去世的那几天呢，正是这个犯人反反复复重复做梦的那几天，这个时间就对上了。所以你看，父亲的爱呀，和这个思念呢，居然可以跨越生死的界限。惦念了儿子一辈子，找了一辈子儿子的父亲，竟然在去世后与儿子在梦中相见了。这是令人很感慨呀。对，这个好像让我们感觉说，这个灵魂，刚才我们也谈到哈，灵魂它能够有更强的能力，能够去到更多的地方，看到更不一样的东西哈。所以就说这个人在人世间找失散的儿子找不到，可是反而死了之后，这个灵魂反而托梦还给找到了，这个真的是很奇怪啊，师父哈。对。灵魂他怎么托梦啊，师父？对，他怎么托的梦？对，他怎么找到他这个儿子的呢，师父？我刚才讲过了哈。到了灵魂这个世界里头，无论说是他是在天界也好，还是叫地狱也好，我们现在只能叫幽冥界哈。幽冥界就是灵魂在的这个世界。它这个时间空间和我们不一样。那这个问题有点像是什么呢？那这个父亲为什么活着的时候这么找儿子找不到，怎么不给他托梦？对，怎么死了之后赶快给他托了个梦呢？对，你说这个梦怎么托的呢？对，人活着的人托不了梦，托不了梦，他没这功能。就是思念对方，因为思念这个能量虽然很大，但是人类是收不到的。至少没有提取出来变成一种显像的文字和形象，收不到。就使劲想一个人，那个人就会打喷嚏，会吗？就是他打喷嚏，但是就是不能。不是，你想他只是打了几个喷嚏，他不懂为什么呀？说谁在念叨我？但是他这个做梦，他多真实啊！就是咱们打喷嚏，知道谁在念叨你吗？不知道，不知道嘛。这朋友那么多哈。对，这就不知道谁在念叨你。对，但是他做梦那个梦境呢，特别真实，又下雪呀，又有湖啊。他那个梦境正是他父亲刚死的时候。父亲。你刚才说怎么托这个梦的？父亲其实就来到他的梦中了。就是灵魂能够入梦。对，他也就是比如说，你的比如说有个亲人在中国，你现在人在加拿大是吧？对，那么他如果这个亲人已经是往生的了，他想来看你。他不用坐飞机，那也不用来划船来。他就好像推门就过来了，推门就来到了你的梦中，是这样子的，他就叫转念之间就到，就是这种一个超越时空的，所以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呢，大家一下不太好理解这样的一种现象啊，就是这个灵魂所在的这个世界呢，就好比整个大钟表针哈，中间这个位置，它在这儿没怎么动。已经洞察了整个世界的变化，而我们在表针那一侧，那个头上，说这会儿在12点啊，可是灵魂坐在这个表针中央这类位置呢，他看全面的时间，是这样，而且随时进入任何一个时间，懂得了哈，懂得，所以呢，这个父亲，就算在别的省。来见儿子，尤其是他是灵魂体的时候哈，来见他活着的儿子，只是转念之间推门就进来了，就来到了儿子的梦中相见，就是这么简单。那他这个爸爸这个灵魂入梦之所以能入梦，是不是也是因为他要找儿子这个愿望特别迫切呀？对，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灵魂想去哪儿入梦就入梦吧。这个灵魂有很多的恋恋不舍哈，思念呐、亲情啊、痛苦啊、绝望啊，到那里到一个死亡之后的世界里还有恐惧是吧？对，是。他怎么会专门来看你啊？要看你的一定有重大原因要不就特别爱你，要么就是特别恨你。没错了，都是两大极大的爱和恨
才会来到你的空间。你的梦，咱们的人类的梦，就是咱们自己的可以发展的虚拟空间。就是这样。很有趣。对。那师父啊，这个人就是在临终的时候，他如果某一种愿望特别特别的强烈，会不会影响到他转世投胎？会。比如说强烈的某种意念意识对，其实人类的，就是让自己感到生死快乐等等这些烦恼都是在感受之中嘛。那么当这个感受太强烈的时候，他会对他的死亡之后先见判官嘛。对，就是审他这个人的一生的这个好坏功过嘛。就是49天以内的时候，给他的判官，他会表述他的愿望。对。比如说这个人在死前，说我的死我是冤死的，我是被人给诬告，投进监狱，最后把我给枪毙了，或者到了监狱被犯人不小心给打死了，等等，我是冤死的。对。所以，那他就告诉这个判官呢，是天地间的判官这个大神我要报仇。判官有些判官就会这么问：你想是慢慢报转世来报，还是就尽快的报？说越快越好。越快越好，就不用转世。行，我觉得你确实是个冤案，我给你2个阴兵，去帮着去杀你仇人吧。就是魂儿就来报仇了。魂儿就来了，鬼报仇。直接把他那个仇人弄死。或者把仇人的孩子弄死。这样子。但是这个要够那个分量，判官一看就懂了，他确实被冤枉。是吧？被人搞死的。他确实没有犯罪。是吧？所以他不报仇的话，我们很难给他分配他下一次转世。对不对？如果他含冤成为一个人，他是一直是非常处于病态，他是委屈的，他是自闭症的，痛苦的，对不对？你还不如说干脆让他报仇算了，还就解脱了，了结了，对，就了结他这份深恶痛绝的仇恨。是，对。还有说，比如说我想慢慢报，我慢慢折磨他。也有这样的，也有些判官又说，那你就给他做老婆吧。对吧？你看为什么很多男的听老婆的，就慢慢折磨他，是吧？若不相欠，哪能相见？对不对？要不欠200万担粮，怎么能上一个床？是吧？就是这样，相欠才会混到一块儿来，慢慢收拾你，对不对？你们俩突然恍然大悟。是这样讲了之后，咱们这年轻人更不敢进入婚姻了。很多婚姻还是因为相欠的是真情，他真的爱你，所以就在茫茫人群之中看了他一眼，看到了他，你的小魂就给勾走的。这是什么情谊啊？这个他没有别的相欠，就是喜欢，就是喜欢，对不对？我们要找这种善缘的对吧？说来了之后，说一喜欢，其实刚才你晃一下那是鬼，那怎么办呢？阎王爷就安排，那鬼先脱生，你跟着再脱生，是吧？你们俩恋爱去吧。这是就像那首歌，他们走在一块儿是因为爱情。因为爱情好，所以有2种的见面混在一块儿的结了婚的，一种就是报仇来的，一种呢是因为爱情。因为爱情，谢谢指点。对，这2种师父还有一种慢慢折磨的，就是他托生为这个仇人家的孩子，要债。对吧？还有托生成兄弟姐妹，对，一辈子是躲不开嘛，你们躲不开的亲情嘛，你才能永远在一起咬。对，就像我看在网上有一个人家呢，养了一条眼镜蛇，养了一个猴，这个眼镜蛇还特别贱，这个猴呢是绑了个铁链子跑不了，
这个眼镜蛇呢，总是没事就跑到这个猴跟前逗它这个猴。这猴这个烦呢，他如果他会说话，说我哪辈子欠你的，你总是在我跟前溜球什么呀？没事就弄我一下，没事就弄我一下，你也不真咬我。这把猴看得恶心的够呛，但没有办法。这就是相欠的还债。相欠。对，变成了猴我也追你。不是，那变成了蛇我更追你。是，就是反正就是欠。对，因为他俩互相折磨啊。所以很多的姻缘关系也是这样的哈。对，有些仇就是说我让你立刻就死，我还不用转世。就是他成为厉鬼嘛，就来这要你的命。所以有些报复还是得到了阎王爷的许可的。是，不但许可，还支持，还派人支持你。对，是吧？说那小子太坏了，早点弄死他算了。对，把他说到我们这儿来，下地狱是吧？就是这样子的，就罪恶满盈嘛。所以说，就是这个因果不爽哈。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对，是人在做，天在看。对，所以很多夫妻也考虑一下，你们是哪一种缘，走到一块儿的。给他都变成善缘，希望都是善缘，但是前面的仇恨得了啊。是啊，就是做牛做马还债。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哈，夫妻呀就好太平了，是不是啊？都想，我想，把债早还，我用报恩的心，以德报怨，那就没什么吵的了。对，是，这都是好夫妻，是吧？所以吵的夫妻就来看看师傅 YouTube 频道，多听一听，对，改变这种关系，对，可以转换的，对，可以转化。你现在今世还不完哈，来世接着还呐，多难过呀！你那个苦啊没完，是。比如今世你们俩没还完，是吧？把你这一口把那个气死了，你看新加坡有老两口，对，老头80岁，老太太72岁，哎呀，一直骂，骂得他断气儿，他儿子说，妈别骂了，我爹都断气儿了，还骂呀？说断气儿我还得骂他，让他不得解脱。哎呦，这骂的，最后超度啊哈，超度点那个灯就点不着啊，把那个他们家。因为他们祖先是信道的嘛哈，那道士点灯就急得受不了了，这什么呀？拿喷火机来点那个蜡，对，点着啪就灭了，就一股阴风来就吹灭。怨恨的，把道士气的说：“你们这些不孝子孙全跪在那晒的，新加坡多热呀！就在他道场院子里跪着在那晒，一晒4个小时，那么3口这个晒昏过去了。晒昏过去就看着老爷子那个灵魂过来，一边在那飘过来，一边就哭啊，说我这是欠谁的呀？太可怜了。哎呀，最后那个道士啊，没办法，给他们要延迟7天呐。”给他做法会超度他，说老头太委屈了，不走啊，就是说我本来还能多活2年，就愣叫老太太给骂死了。哎呀，所以呢，今世没报完的仇哈，接着报；今世没还完的债，来世接着还，多苦呀！太可怕了。所以希望今世要了，对，怎么了法呢？善念，对，善待，就好了。是，好吧，少睡一会儿懒觉，少偷一会儿懒，对，为你的家人服务一下，不管什么缘走在一起，总是有一份亲情在那里嘛，是吧？要以德报怨，是不是啊？以善对恶，这样才好。对吧？你害我，但是我还是爱你的，不就完了吗？就活出来了。其实这个事儿就解了。感恩师父指导，说的太好了。好的，好的，好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吧。好，再听一个这个美国的神经外科医生哈，这个呢就不是说他的灵魂了，那是也是他的灵魂，他的濒死体验哈，这个很有趣啊。真人真事啊，我们今天都是真人真事。这个是2008年的一个清晨呐，凌晨4点半左右，55岁的神经外科医生亚历山大博士突然就被痛醒了。他先是背部剧痛，紧接着呢是一场头痛欲裂。被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他感染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细菌性脑膜炎，这也是脑膜炎中最为危险的一种。医生当时就给他的妻子下了严重的预警，告诉他亚历山大很可能会失去生命。
在医院的那一周里，亚历山大的生命就如同消逝的烛火一般，病情不断的加重，各种抗生素对脑膜炎都没有任何效果，病情持续恶化。到第7天，医生估计亚历山大博士的生存机会仅仅有2%，建议停止使用所有抗生素，因为已经没有希望了，而且也没有任何愈后复原的希望。那医生们呢，也没有找到这个亚历山大博士神秘病症的原因。那博士他后来就是活回来了之后哈，他描述当时他在医院那一周他的那个状况是什么。他说自己好像重生成为一团原始而泥泞的果冻状的物质。他说他被一个天使般的女子引领到了一个巨大的虚空之中，这个虚空开始是一片漆黑的，但随后呢就出现了一个光球，球体洒下了耀眼的白光，还伴随着美妙的音乐，他就被轻轻地吸入了那个光球之中。接下来呢，他看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世界，那里的花草树木色彩绚烂夺目，蝴蝶翩翩起舞，鲜花盛开，还有舞动的灵魂和飞翔在天空的天使合唱团。他说这个地方啊，比他从现实世界来的这个世界更真实。而在那里呢，他描述他不需要用眼睛看，也不用耳朵听，他有的时候感觉会成为那个世界的一部分，甚至化身为那个世界中的一些生物或者群体，去感受和理解他们，和他们产生共鸣。在整个的旅程中，亚历山大说他在蝴蝶的翅膀上，他就好像是一粒尘埃，而在他的旁边呢，有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的女孩，像天使一样。这个女子从来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但是她无条件的爱直接传递到了亚历山大的意识之中。亚历山大形容女孩长得非常美丽，高颧骨，有一双清澈如水的蓝眼睛。她没有对我说一句话，可是她的眼神传递给我的信息是：你被深深地爱着，珍视着，不需要害怕，一切都会好起来，不用担心。这个女孩还通过思想告诉亚历山大，你不是来这里久留的，你会回去的。亚历山大博士在昏迷的第7天，他自然而然地醒来了。在这之后的几天中，他快速地恢复了语言能力，恢复了记忆。在8周以内，他所有的身体各个方位、各个器官都全面地得到了恢复。医生们对他奇迹般的康复感到非常的惊讶。那亚历山大医生呢，他在神经外科是享有很高声誉的，他自己曾经在杜克大学接受过培训，在顶尖学府哈佛大学担任教学和从医多年。他对脑科学了如指掌。他在之后出的书籍中写道，在我昏迷期间，我的大脑不是在错误的运转，我的大脑根本就没有运转，所以它不可能产生任何梦境或者是幻觉。那他看到的一切不是大脑活动的产物，因为从科学的角度认为大脑是创造意识的，所以科学没有办法解释亚历山大的经历。那亚历山大医生之后呢，他阅读了很多其他人的濒死经历，和他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感受到了无限的爱，看到了光芒。但是有一点让他很迷惑，就是因为一般在濒死体验中看到的都是往生的亲人，可是他遇到的蓝眼睛女孩他并不认识。那亚历山大博士呢，他是被他的父母领养的。他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之后，他发现还有一个30多岁的妹妹，他有一个妹妹在30多岁的时候年纪很轻就往生了，而妹妹呢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当他看到妹妹的照片的时候，他震惊了，因为照片上的蓝眼睛女孩正是在他濒死体验中引导他的那个美丽天使。亚历山大博士在经历了人生巨大的改变，经历了这样濒死体验之后呢，他将自己的经历记录在了《天堂的证明》这本书里。
他的经历改变了他对生命的看法。他认为人生是一场学习、体验和升华的过程。他敦促人们不要等到临终才回顾自己的一生，相反，他呼吁人们从今天开始就用爱和热情来对待自己和他人，用每一个善良的选择来塑造人生。这就是亚历山大这博士哈，他也是神经外科医生，他的一个非常神奇的濒死经历。他这个经历也是很神奇。你看，他得脑膜炎就是很奇怪的，没有任何原因就得了这样的病。那得了这样的病以后，病情迅速恶化，到最后医生说没有希望了，然后说他也不可能康复。可是第7天他自然醒来，然后就很快速的康复了。就是他，就好像就是让他经历这样的一次濒死体验是，而且呢还让他记录下来。就是师父是不是这样？这是我们的猜想哈。这难道有神的意志让他去做这件事的吗？经历的吗？我认为是。真是哈。可能正是一种神的旨意。就让他去看一下，他认为的天堂啊，或者在天堂的一种生活感受。这是有可能的。那为什么选择他呢？当然有濒死体验的人很多很多哈。我觉得是一个身份吧。你比如说医生，他代表着什么呢？第一个是高级知识分子。对。第二个，医生呢，客观，他是比较讲科学的。对。他不像。他要有诚信。他不像小说家，小说家就是没有鬼故事，他能编出1本书的10本书鬼故事，对不对？对。所以他可以去想象。就想象人家称为叫创作，对吧？但是医生你不能靠想象来治病吧？医生来说就是1是1，2是2。对。他这种感觉像设计师啊，像数学家。对。他是一定要有一个规范标准。对。可是这么一个神经外科一个医生，他自己经历了这么一场意外，所以大家知道他不会说话骗人的。对，他有诚信。对，我觉得他这个身份呢，是比较让人去相信他的所说的问题。是这样，他选的他。并且整个里头的人物搭配哈，就是他的亲生的妹妹但他没见过面，在那面接待他。是。当时接待他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位天使是谁呀。是。结果呢？后来才知道这是他真正异母同胞的妹妹。对。好玩哈。是早逝的。对。所以都应上了。对，那这个博士也是他经历了这样的之后，他真的是相信了灵魂的存在，也相信了轮回哈，对死亡他就有了新的看法了哈。那他在描述他的这个经历的时候，有一段很有趣哈，他说他知道他那个时候大脑是不工作的，对完全都关闭了。可是他在那个世界中，他不是用眼睛去看，也不是用耳朵去听，可是他仿佛就成为了那个世界的一部分，能够感受。能够共鸣，就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这个奇怪，就是你说他没有用眼睛去看，但是他清清楚楚看到他妹妹的那个天使嘛，蓝眼睛的天使那么美丽，还有那个鲜花盛开呀等等，那这个景象不就是看到的吗？难道不是用眼睛，是用什么呢？其实换一个东西哈，和这个是有绝对差别的。比如说咱们做梦的时候，有时候不管模糊的梦还是清晰的梦，它都有很多故事情节和那个图案，对，和真实发生一样，对不对？对。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在一个人体借助人体在睡眠的时候，和医生说2%还是5%的脑袋工作，这个工作类似于一种幻觉感。是，对不对？这个幻觉感呢，就形成了梦。梦的形成呢，可能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或者是奇闻异事，或者疲劳之后的一种，比如说坠下楼来等那种感觉，是吧？是各种各样的梦但是我知道说这个东西，它毕竟还依附于人体和脑在工作呢，它做了这个梦，对吧？但是这个在做梦的时候，你的听见、看见。那你说是眼在听还是眼在看，耳在听吗？也是，其实也不是，对不对？不是，眼睛都闭着呢嘛。但是人们只能说那是一种梦境的类似
类似幻觉的梦境。那濒死体验这位医生呢，亚历山大医生，他其实已经他的大脑停止运转了，对不对？大脑不工作了。是。其实按照西方医学来说，他已经被宣布脑死亡的人，宣布脑已经死亡了，对吧？那你最后你还回来之后说了这些东西，看见、听见、知道那么多，还有美好的感受，对不对？简直像亲身游历了一番一样。是。那你的问题是说，他的大脑不工作了，你肯定不可能再通过眼睛、脑的想象、脑的幻觉、身体的触觉，也不是梦，已经不依赖于身体或脑了。对不对？他这时候也不会做梦了，已经不会做梦了，就是脑死亡了嘛。什么在体验呢？就是说，就是灵魂。因此说，只能是叫灵魂的体验。那也就是说，灵魂的体验，那我们的脑能记得住吗？说我们在有很多的这个所谓在我们的意识之中的东西，很多东西不是来自于脑。我在看到一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他在解破他一个科学难题的时候，很多他并不是来自于科学的推理，有个别是来自于梦境或者神灵的启发，还有人摔了个跟头之后受到了启发，对吧？所以很多东西来自于不是他的脑，但是我们又无法解释的某种外力，传达到你的意识之中了。这样的一种东西，你比如说在西藏，有一种身份的人，叫做说书人，尤其是说书说那个曾经有过的，就大约唐代时期的有一位，或者唐代之前的一位王叫格萨尔王，有一种说书艺人在西藏，这种人可能超过1-2千个，他呢。这叫做不靠谱的说书，我们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什么状态？就是说，他说的哥萨尔王多牛，多么神圣，就是历史上从没有人去重复再说同一个故事。一说已经说了上千年了。他的故事不能重复哦。这一重复，大家说，哎呀，不行，没灵感。而且在那一站在那儿也好，坐在那儿说好，叭叭一说一整天。故事还不能重复。我说不是今天不能重复，而且说他讲的今天的故事从来没有人讲过。他再讲下去也是没有人讲过。说这就是说上面来的一种故事传达他的脑中，他脑没经思考，好像通过嘴呢就像喷水口，就往外喷，喷这些语言，就成为说哥萨尔王当中最神圣的一种现象，没人可以解释这到底是什么东西。那这些说书人他也是通灵人是吧？哈，只能这么说。但是他的通灵呢，不是跟预言，他只讲哥萨尔王。了解，他就沟通这个频道，他就做这件事儿。对。但是我认为他是有灵感的人，灵感，对，是这样的，是他灵界的朋友跟他告诉他的故事，他就讲，借他的嘴讲出来。我刚才说的意思是说，来到我们这个大脑意识之中的这些现象，或者故事，或者是一个数学题的答案哈，或者一个创作，不一定是来自于脑本身的思考和记性，是也不是说哪一天我看一个电影上演了什么东西，都不属于来自己的通过眼耳鼻舌身意吸收来的东西，而是外来的一个东西。这个就是上一期我们讲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他那个通灵者叫罗伯特·李斯嘛，就那小孩儿，那个小孩成年以后，他写的书写了一系列6本书嘛，他那就说他自己就承认嘛，他这个不是我写的，是我灵界的朋友告诉我念给我，我就再给写出来而已，记录下来而已，这个现象就跟师父刚才讲的那个格萨尔王的那个说书人的那种现象一样哈。对。但是跟我们这个亚历山大博士还又不太一样，至少人是活着的人，接收信息、写出来和讲出来呀。这个他是这个濒死体验，那个魂儿都离开他的身体了，应该是。
应该说这个人已经死了那个状态下，对应该说这他的肉体不可能有任何的我说知觉体验或者幻觉，对，他这个更神秘，所以这个只能说灵魂的体验，灵魂的体验，确定的说，好的好的，对对对，那师父啊，就是我们修禅嘛，哈，我记得师父以前也讲过，在深层禅境中是很美妙的那种体验，哈。对。啊，那样的体验，就是说，也是像灵魂一样在体验吗？还是有身体和灵魂一起的这样？行，你很聪明哈。对你说的这个禅修的体验哈，它分至少有大约2大层面。是有差别的哈。第一个阶段，也许修10年或者15年、20年，一直停留在什么样的状态呢？是叫做肉体体验。比如说初级肉体体验的时候，哇，这个腿咋这么酸呢？腰怎么这么痛？或者我痛的都快出汗了，等等，这都是肉体的初级体验。是。等再高一个层体验之后，说坐了一会儿之后说，感觉不到身体。比如说，对我怎么感觉它好像有嘴啊，还是没有嘴啊？对，我感觉我身体是不是好像有多一半不存在了？是那透明人了。对对对。说这个时候体验还是身体的，但是呢，已经开始偏虚了，你看了吧？对，偏虚了。等再走下去之后，不知道，不知道我在做什么。还有说，就像电影上我是谁呀？没有了。没有了我与我或者非我的状态，消失了。这个消失的这个期呢，这是禅境之中的一个过渡期，这个过渡期特别重要。等可能如果你不被一个东西打扰惊醒的话呢，可能再修下去，这也是需要功德哈。你要有这个功德资粮，也才能走到下一个层面。就有点像打游戏哈，过关。对对对，比如说6万分及格就过关，也提升了吧？对对。提升的时候，它有一个开始让你觉得，怎么这么轻松往前走啊？它让你舒服一会儿，没有那么多坏蛋敌人来打你哈，很轻松的。这个时候是不容易，等再接下来的时候就神秘了。飘过来的不是子弹，不是土匪，而是妖魔。有时候妖魔有时候呈现形象，有时候不呈现形象。所以禅修呢，等过了这样一个就是没有自我存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物我两忘了。不是忘这个词还有点怪。应该忘叫虚妄的妄，就根本就不存在。我和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也没有一个我在做禅。这没有知觉，没有任何的印象。等过了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把这个东西也可以把它叫中阴界哈。过了这个中阴界之后，也叫黑暗期。过去了之后，才可能偶尔感觉到。我在每一次感受不同哈，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说，有时候就突然感觉到，怎么这个世界那么很丝滑的感觉啊？就像有特别像卖巧克力广告，怎么这个世界是丝丝滑滑的，那么舒服呀？刹那间，就像又闪过了一个东西了，就好像跨越了一个时空一样。怎么这个世界这么冷清呢？再又到了下一个时空，不是你自己想来的。怎么那个世界有一淡淡的光呢？如果我们把这故事发展的话，那个感受发展就是，怎么这个光慢慢和我融合了呢？在那个状态里头，没有一个我的人形的形体的概念。对。怎么这个光和我融合了呢？这个我是谁？如果演电影的话，就没有一个说像人形的一个意象的东西，没有。对。怎么和我融合了呢？其实这个时候你就是光，光就是你。对。而它没有一个人体的形在里头。那一般人说，在想象中哈，说既然是光，光一定是热的，在禅境中就不一定。禅境告诉你的很多禅境都是假的，但是最后真实的禅境中，说没有冷热，没有生死。所以有的时候突然之间好像到了一个，就以为是宇宙尽头的那么一个口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你那个
你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一种东西，就总想哭。但总想哭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你睁开眼，你发现你前面的衣服都已经湿透了，都是你流的眼泪，你才感受到说我想哭。啊，为什么是这样呢？当你发现了，比如说世界的起源的时候，你激不激动啊？激动。还有时候，当你发现了你的这一代的父母亲站在那里，前一代的父母亲站在那里，而且你自己可以用你的感受可以证明，或者他们告诉你他是你200年前的父母，他是你300年前的父母，一排排站了一大排的时候，你激不激动呢？激动。不一定。激动是你自己想的。因为顺着我说的激动，你这么想的激动，不一定。都不一定。因为关键你还没弄清，虽然知道父母是谁，你并不知道自己是谁。从这个世界这个道来说，你这一世的父母也许是你前世的学生，也许是你主使你的父母成为今世的父母，你到这个世界上来干啥来？所以那个时候到那样一种完全翻天覆地的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人是渺小啊，不知道怎么形容。你只能就其实有一种感觉，奇妙，感叹，觉得不可思议。对。但虽然不可思议，但是自己还觉得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还在不断的接受着这种感觉。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到了父母在那里的时候，可能瞬间像光一样，哗，就散开了，消失了。对，所以到那个禅的那个世界当中，你问我体验的是什么，或者谁在体验？不知道。但是最终，你清醒过来之后，你只能说是我的体验。对呀。因为你没法说这是别人的体验。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佛教的禅学之中，经常说无我？无我这个概念说这是本相，这是一个事实。当你太认定说我就是我的时候，就是让你死的时候很痛苦。当我就是我的时候，让你就很贪婪，说我要爱，我要好的衣服，我要吃好的。所以当修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当看到了发现了这个秘密的时候，嗨，我呀这些废铜烂铁拼到了一起的一个家伙。其实真实的我不用这个东西来组成它，可是真实的我是借用这个拼凑的这个壳子来呈现着我的存在而已。我在借了这个假的躯壳。他到那个世界里头，所以就既悲又喜，既喜又悲，但最后叫无悲无喜，是种很神圣的，完全你的整个生命被颠覆，被绝对的洗礼，被10000次的被毁灭，但可能只有1次的复活过来的一个新的自我。我讲完了，不能再讲了。感恩师父，我们都听入迷了。很奇特的。其实不知道是谁在体验。好的，我们今天讲的都是与灵魂互动嘛，哈。是。那师父，现在我们也快到清明节了，还是要讲讲我们自己家里的这些祖先呐、灵魂这一些，我们该做什么哈？该怎么认识？好。首先听了这4个故事之后的话，一个深深的一个想法就是，灵魂确实是存在的啊，所以不要忽视这件事情。对，而且灵魂，比人应该更能干哈，他更全知哈，有点全知全能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还是要很敬畏的。对。所以灵魂就是你看我们故事中祖先的灵魂啊，我们
有护佑的，敬畏祖先啊，祖先护佑我们哈。我们如果不孝顺哈，那这个长辈去世之后，哎，他还有可能来惩罚我们啊。就是所以对灵魂真的是要，尤其是到了清明节了，也是一个祭祖的时候，对祖先要好好的去感恩、去恭敬、去祭祀哈。对，你看那释桓公。对，来保佑他这个七世孙，七世孙女是吧？对，哎对，所以这个祖先这个阴灵哈，他能够保佑我们。是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孝，对他不敬，对，或者惹他烦恼，但是也许给我们带来更多灾难。是，对。对，所以我们还是一定要懂这个道理，而且就别等到说这个人死了之后，我再去祭祀啊，再去怎样，还是在我们的亲人活着的时候更重要。我们要做一个孝顺的子女哈，对，要做一个好人啊，这样这个日后这个祖先才能更好的，他们有好的结果，我们也更有好的结果啊，我们的孩子子女才也有更好的结果。这个也是今天学到的，是感恩师父。以前也讲说，我们的祖先就像树的根基一样，我们就像树的枝、树的叶哈，根基要好，枝叶才会茂盛。是。我们都希望子孙后代能够繁荣昌盛、吉祥顺利，那就真的是要好好的去为祖先做功德，去祭祀他们哈。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在师父就是说帮助大家的整个这个过程之中哈，我都看到过好多事例，就是我们的亲人去世之后，好多人都来请师父来帮忙看一看，说我这个亲人祖先去世了，他们走的好不好呀？他们在哪儿啊？哈，就是他们过得好不好？因为我们也知道了嘛，祖先好，我们才能好啊。那除了就是师父特有的这种法力这样的沟通之外的话，就是我们正常人呐，一般老百姓的话，怎么样才能知道祖先过得好不好呢？是因为很多人很想知道，尤其是不是爷爷奶奶这一辈儿，就更远的祖先哈。对，就是都包含了。师父说5代以内，以前5代血亲，我们都是承接他们的这个功德和罪业的啊。对，这个好问题啊，我想呢，应该是这样。如果我们一般的人呢，因为比如说命相也不懂，这些东西看都看不懂，这个人站在这儿你不会看，是没办法，但是呢可以分析，比如说你这一代，还有你的上一代，甚至是祖父母那一代，他们第一个生活的状况算不算吉祥，算不算好？第二个，他们去世的这个过程是不是正常的？正常的就包括说，当然寿终正寝的那种不受罪的是最好的了。可能还有那你说的是去世嘛？哈，对，你说是去世的状况。对，我说它包含2种状况。第一个就是在他的一生之中，是否都是有饭吃，是否基本顺利 ？OK， 活着的时候第二个，他们有没有还算是比较茂盛的子女？还有子女有没有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大的麻烦和灾祸？那么第二大问题呢，就是说他们去世前这一段时间，他们是不是因为去世而受了很多苦？比如说躺在病床上3年5年，瘫痪在床，你想吗？如果瘫痪在床，躺上3、5年，如果伺候稍微不到，你的后背都会漏到骨头。是严重者啊，那个白虫的那个白蛆啊，就在你的身体上来回爬。我说的不是吓唬人哈，这个在躺在病床上，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只是死了之后你看到最多是个脸，这个脸还化了妆修补过，他多么痛苦你不知道。但是死前的这种痛苦，但是这个还算是好的嘞。那么还有呢，就是横事死，比如说车祸，或者不小心被人就从天上掉个石头把你砸死。还有自杀的，再就是自杀自尽的，无论上吊还是喝药，是吧？
说这个死法都不太好。所以活得好，走得好，走得好，这个就是双好的，就是比较好，吉祥一些，就说明你的，比如说是爷爷奶奶、祖父祖母这一代是这么死的，那说明他们上一代是很好的，就是上头曾祖父、曾祖母那一代就比较好，比较仁义，比较善良的，积善之家吧，那到了你父亲这一代的时候，他们工作都很顺利，人也很吉祥，也不乐意给人计较，对不对？虽然还没有死，一切都很顺，这就是比较吉祥的。对。那么到他这一代上，可能也是好的。就到第3代上来，可能也是好的，大概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还是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对，感恩师父。对，那就是问题就来了。那要是不好的已经发生了，对吧？对，可怎么办？有一种不好呢，是2大不好。一个是没活好。对，活着就是受累、受苦、大磨难、大折腾，受了很多苦。但是到死前的死法，又很痛苦。哎呦，比如说刚才我说了，躺在床上好几年，没人伺候，是吧？那屁股上、腰背上都露着骨头，蛆直爬，是吧？儿女不孝顺，你凡是这样子，儿女能孝顺吗？不孝顺。家里有没有多余的钱财呢？没有。这个就是双不好。是。那如果父母亲是这个样子的生活和死法的时候，那到咱们这一代呢，不会好。估计好不到哪去。是。大概是这样。那么还有呢，生活还不错，但是死的死法比较惨，比如死法是横祸死，这都是有说法的。我们解读过很多看似巧合的事情，对吧？比如美国前总统有一个他是被人暗杀，是吧？对。可是到后来，他那个后人又被暗杀，是他们对吧？整个家族就像被诅咒一样。还有我们那个中国最早的功夫明星李小龙先生还甚至是你看他儿子也岁数不大，又是英年早逝。是我们看的直觉的拍案，觉得可惜啊，怎么这么可惜啊？这么出名的人才，这么好的人才怎么这么横死？好像在复制之前的发生的对，就好像就上一辈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下一辈有可能就这样的事情还很有可能继续发生。对，所以就说这个业力遗传就好像说祖先的健康也是嘛，这个健康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遗传下来的祖先容易有心脏病，完了这个后代也容易有心血管。对，所以祖先如果是有这种横死的这种业力的话，那可能后代也是容易被传承下来。这个听起来就很可怕呀，师父。那如果有这样的现象，家里出现这种现象了，怎么办呢？赶紧的，解药。这个不太容易但是呢，我们的佛菩萨是大慈大悲的是，就是给我们的出路呢，我想到了办法。我也请教过我的师父，对，说只有请佛菩萨帮忙，帮我们去把过去的这些所欠的债帮着还完，帮着给这个之前的债主去洽谈弥补他们的损失和痛苦，这样就减少我们在世人的痛苦，以及离开人世的时候这个走法。是，对，让我们变得更吉祥。只有这样子。那我们怎么去请求佛菩萨化解呢？用什么样的方法呢？首先呢，在我所知道，从佛门来说的话了，就是我们在佛前供灯，还要再分不同的道场。像在我们的道场呢，我们全球的道场都会去帮大家，在清明的时候为大家一个是点灯，第二个呢，你在那去帮着一起呢，像你的在道场里去写上你祖宗这些名号我们的老师们呢，帮你去给他祈福，将佛光普照给咱们历代祖先，让他们在那面吉祥快乐，甚至是被接引到
极乐世界，接引到天国，他不在那边受苦，那我们后代就好了呀。我们就有福了。对，活在世上的人就有福了。你想你的祖先，咱不说别的，就你爷爷就在地狱天天挨打，是吧？我不相信你的身体能好了，我不相信你在那么能享福，就是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的。对，所以这是我的深刻解决的方法。但是从最初级来说哈，作为一个人哈，首先要懂得能够怀念、祭祀、感恩自己的父母，还有历代祖先。在清明节到来的时候，一定去祭祀。尤其是男丁哈，男士们，一定去这个坟地啊，或者有灵位来祭祀。就咱们所说的清明祭祖呀。对，要去做这个。那师父，这个清明也快到了，咱们也给网友提醒一些注意事项哈，一些要点啊。那比如说，就是我们家长哈，我们做家长的说我们要去祭祀祖先，那孩子可能都没有假啊，或者说孩子忙于学业呀什么的，就算了，孩子就别去了，我们去就行了。这种想法 OK 吗？这个不好。不好啊？为什么呢？这个是在尽孝。对。那如果一个家长哈，你有子女，如果你尽孝这个现象，如果不带着子女的话，请问你怎么教他呀？对，没有言传身教。今天父母不带儿女去祭祖哈，那未来你去世之后呢，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哈，可是人类的心灵呢，越来越模糊哈，这到你死了之后，我估计呀，10年也烧不到一张纸钱。太可怜了，那成穷鬼了。没错了，变成穷鬼了。对。那真是在地狱无家可归哈。流浪。真是，那太凄惨了，就是。对。所以还有一个呢，带着孩子。还有一个讲，这叫孝道。对。不光是说你在地狱有没有钱花，有没有饭吃。对。是在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的遵从观。首先他懂得祭祖之后，就开始明白我们这一代代的生养哈，抚育，原来是这样一种这个情深意重的一个行为。携子行孝。对，你在北美的话，很多这个现代的西方教育哈，科技教的是不错的。但是呢，对于这种传承啊、人伦的关系哈，没有，比较疏远，对，就没有。只是我觉得我们华人孩子都学到什么呢？身体是我的，谁都别理我，你不能碰我，你碰我一下经我同意，否则我报警。就学会的是这个，这是大逆不道。就光注重自己。对，太自私了。对。而缺少了个，那你不管哪国的哈，对，哪个父母不爱子女啊？是，对不对？他对你的疼爱和管教，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不对？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带着孩子学习去祭祀祖先，孝敬父母，孝敬长辈。要去带着孩子去做，孩子才能真正学到。感恩师父。那这个去祭祖上坟哈，师父是不是就是全家人一起去比较好？通常是啊。你别说谁有空谁去哈，那是不好的哈。对。你知道落单，如果你家里是有5、6口人哈，你如果大家没病没灾的哈，你非得自己去，希望你能正常回来。就是，所以一家人一起去是最好的。对，结伴同行哈，就别一个人孤零零的。对。对。还有就是说，去上坟呐，还有去墓地啊。毕竟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地方它是比较有阴气的地方，对，是。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去这些墓地阴气比较重的地方，我们还是要多多少少还是要准备一些哈，就是，在去年呢，咱们讲过，在洛杉矶的我们一位网友哈，他就是开车，他还2人，到了坟地上哈，他到了坟地那儿，他的车呀，就好像被别人掌控一样，差点撞死。我记得师傅说他是车
车倒挡，不是往前开，结果他倒着开，对，就档位都乱了。就他自己都不能操控他的车，不能，对。他遇上什么呢？孤魂野鬼，车中邪了。对，是，不是，是有有鬼在操作他的车。所以在像孤独的情况下，你上到坟上去之后，容易出问题哈。所以如果家里有家人的话，这应该和家人哈，还有同族的人，去坟上去祭祀，比较安全。人多力量大，是人多阳气旺，阳气重，阳气重。那你会说你是祭你的祖先还会中邪吗？关键在这个清明这个期间哈，很多这个鬼魂是出游的，不知道你撞上的不一定是你祖先的，对，说不定就是流浪鬼，是，这吊死鬼就麻烦了。对，是。那师傅，那个家里如果有拜神拜佛的哈，这样的话，他在祭祖之前，先自己拜拜神佛再去，是不是挺好？这样比较安全。对，这样安全。请佛菩萨保佑。对，就是我们小时候说，像我妈还至少有用纸贴那个佛像哈，就是平面的纸佛像，我们都要拜一拜。那像我们做一个重要的事儿的时候，都要在佛菩萨像前拜一拜再去。对。是这样子的。那去的时候，我们也带着咱们的吉祥法物、辟邪的这一些。咱们呢，咱们是修行机构哈，说带着咱们这个吉祥的这些宝物，无论是佛菩萨像，什么大黑天大护法的，还有这些什么金刚杵啊、金刚诀呀，对，这个平时念佛的念珠啊，手串啊，是还有沉香、檀香的这些念珠呀，等等，就大家在慈悲心在道场里请到的，我们这些宝物哈，都是能够避开这些邪气的。如果说到这个的话，其实有一大堆的事儿我要交代一下的。好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啊，去上坟了哈，最好这些东西都带上。是。但是第一项东西，先是也同样是要沐浴更衣，要恭敬。那完了之后呢？拜佛。没错，出门之前一定要先礼敬神佛。信神的礼敬神，信佛的礼佛。再去。对，再去。还有呢，我想起来小时候哈，一些老人家，他带着小孩子们去上坟的过程呢，平时抽不了那么多烟，他从离开家门就点着烟。我遇到那个时候是，那些老头儿拿那个烟袋锅嘛，对，一锅锅连着抽。说我就奇怪，我说打那么大烟瘾呢？平常没那么大烟瘾呢。是。他非得吸呀，嘬那烟袋锅还冒着火星子。对，为啥有特殊原因？明白啥了吗？火能辟邪。阳性的。鬼是阴的嘛。鬼别说鬼了哈，野生动物都怕火。对。大象那么大，你拿个火把它就害怕。就不能近身了。越是野生大象，那么大它啥都不怕，你拿个火把它不敢过来。狮子、老虎也一样。所以在杂技团让那个狮子钻那个火圈，对他们来说痛苦至极啊。是。所以要生命危险，要带有火的。但是你不可能，你说你祭祀的时候打个火把吧？对。你看又坐车又干嘛了，对不对？对。抽根烟，一直点烟。那时候还没到坟的时候，为什么点烟呢？最起码要靠近坟地之前一段路的时候要点。是。那个有烟火，烟火。这个阴邪之气啊，它是偏湿气，阴的。那这样湿气呢，就是怕火的。对。火能灭它。他不敢随便上身。这一个是身上带着一些吉祥的法物宝物。那么第二个的话呢，还有呢，要你的族人一起要有人点着烟之类的。点根。现在不一定烟袋锅也不好买哈，点根烟，平时不吸那天最好吸2口。有好处。对。对，咱们有个师姐说，哎呀，我去的时候我就手里拿个香，一直走着，因为他不抽烟嘛。香也可以。
就是但是如果你点这香的时候，你一定要念佛哈。如果你点这香啥都不念，不知引来是什么。哦，你看多重要，对，提醒这一定要懂得这个哈。点这香如果不念佛，不知道招来什么东西。他来享受这个香火。哎，对，修炼的邪灵就坏了哈。对，一定要念着佛。所以还是有那个明火的比较好，是有这个讲究的哈。还有明火。对。哎，所以很多人，在我小时候，像我们家族那个上坟的话哈，他那些那种大哥、叔叔之类的这些呢，他们会把坟上也修整坟嘛，填补哈。对。哎。他把那些干草啊，干的草要砍下来、割下来，在一边还得烧掉。哎，烧掉当然还防火哈，不要说把别人家那个引起火灾哈，要注意这个。说这些也要做。其中点这个火也是其中每年要做的事儿。在某些地方还在旁边，在安全情况下点一点篝火。但是你离开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熄好了才可以哈。但是我们一般不倡导，就怕万一有个火星没熄灭，引起什么山火就麻烦哈。对。但是我们小时候是那么做的。我们在坟前或者是那个墓地里的墓前，肯定是要烧纸嘛。对。烧纸钱的。对。它本来这就是点火嘛。对。所以这个纸钱放在那儿，你这个祖先收不到。要把它燃烧了。是的。今天印的冥币也好。我们小时候呢，是我妈他们还有我们也帮着砸，就是那个黄标纸，砸出来一个铜钱印儿。那个铜钱的，那个纸钱。那烧一大沓子，就看你们家的财务状况如何了。钱多一点，多买点黄标纸，多弄点纸钱，给你这个历代祖先，还有很多往生亲人啊。就过去很多妈妈不容易。生10个孩子，最少死3个，是吧？有些就是很夭折了，你这个他们有钱花，对，多烧点。是，对，所以这个呢，对，在这坟上哈，还有回家的时候，上完坟了，回来了。对了，还有一个在坟上哈，尽量不要大小便。你提前哈，就是别喝太多水。是。那天去上坟的时候，无论男女哈，女的更麻烦。最好找加油站什么地方上厕所哈，上正式的厕所一般没事儿哈，别到坟上上厕所，可容易出事儿中邪了哈。对，就别弄这个。男生也是也讲究一点，那一天大家都来祭祀，那很多阴灵都出来了，你在谁家坟头那大小便，都可能会引发麻烦，冲撞了，那就冲撞。还有呢，就是回家的时候哈，回家前啊，最好家里有人说提前的先进门，或者把香放在外头的时候，先把香点到熏一熏。像过去的话，我们都是用那个不是薰衣草，那叫啥？艾草。那过去那个艾草很天然的，早就晾干了，是去年的艾草。都在那点着，用这个艾草这个香熏一熏。还有把这个香烟往头上弄一弄，对，熏一熏再进家门。我妈那时候还能把一些，我们那时候烧火煮饭嘛，烧的是那些柴火，对，麦秸呀，什么高粱杆啊，是这些烧的那个灰会撒在门前还，首先这个灰不是火烧出来的嘛，就带有阳性的能量，也能避一些鬼气，别带说祭祖去了，别把那个阴灵带回家来，就这意思。所以你这个要小心啊。所以咱们呢，有现在新的这个除邪的藏香粉。对，你在进家前点香炉，点着了之后，一定在家门前给它熏一熏，再进屋。好，这样子哈。完了，这个衣服也再熏一熏，完了再洗衣机再洗，洗完之后再熏一熏，之后才能穿。好的，避免有邪气上身。感恩师父。对，说那哪些人不适合去上坟祭祖呢？问得好。确实哈，不是人人都可以上坟。第一个。怀孕的女人不能上坟，不管怀孕几个月，不能上坟。第二个，小孩子3岁以内的孩子最好不要上坟。第三个，正在得重病的人不要上坟。比如说也不知道是不是癌症哈，就是觉得风一吹就倒这种哈，就算重感冒也别去上坟。
对，因为有时候邪灵上来之后，趁你虚的时候，不知道让你引发是什么样的问题，就不知道。就重感冒的也都不能去。那么还有呢，就是年岁比较大、身体比较弱的人，就别去了。上岁数那个腿脚都不好使。对，尤其是有些长辈哈，我就说你们抽空带我看看你大姨、二姨、三奶奶之类的，这我得到头都转一圈我各个坟上也转一圈这不是个好讯息。是这样的老人说话的，别带他去。对，在远距离的城市和国外的老人这么说的时候，别带去，一去就完，很容易完了，知道吗？所以这是我的经验哈，所以这个尽量不要去。好的。知道了，师父的提醒。那师父就是清明上坟，就是给祖先啊、往生的亲人的祭品，我们都可以有哪一些来准备？好比如说水果来说哈，因为在过去古代一直到现在，很多地方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哈，还有人用一些什么牛头、羊头、猪头之类的哈。我今天说我们不杀生哈，是不要为了祭祀祖宗而杀生。但是古代是这么做的，但是古代也有一种另外特别的清爽的做法，比如说就正常食物，或者水果，或者还有纸钱之类的哈。对，那贡品之中，食物来说，先说水果哈。水果最重要的是不要用瓜类的。瓜类。凡是叫瓜的，中间都是空的。对。你想，香瓜、哈密瓜、哈密瓜、丝瓜、南瓜、冬瓜，中间是不是都空的呀？都是空的，不能要。所以这个不能来作为贡品。好吧。好，不要。比如说，对。苹果苹果不空心儿，对，咱里头也有籽儿哈，但不叫空心儿，不一样哈。对，它是饱满的。其实梨子也可以，也有地方供梨的但是这个季节没有梨。这个季节如果买梨的是去年的梨，但是本身又是梨鳖，尽量不要用梨了就。但是它可以成为贡品。还有呢，这个橘子。还有呢，南方人种的这个柚子。它都不是空心儿的。对，扒一层厚皮，里头全是肉，是吧？对，肉是果肉吧？也是可以的。好。而且柚子不怕放。再者呢，就是点心。对。点心，你知道啥叫点心吗？糕点就是。对，如果你是广东人就完了。他的点心呢是早餐蒸的一会儿小包小什么鸡爪之类的。不是那个早茶，是那个咱们说叫什么 pastry， 就是。对我们的那种我们说的点心呢是通常都是经过油炸呀、发面啊等等的，一会儿小蛋糕酥皮儿的啦，对呀，什么这些，什么那些炸的麻花这一类东西叫糕点哈。你像台湾什么饼，老婆饼对，太阳饼、老婆饼那些东西都是都是叫点心。通常凡是点心的里头都放了糖，就是对点心类的。从点心呢，可能比馒头放的时间长一点。大概是这样。它只要做熟了、做好了，就是比较硬的对。除了面包类的点心呢是比较软的所以这些呢都是能多放一点时间的。这个点心类的是可以的。那还有饭菜类的。对。饭菜类的，我个人认为呢。通常包子、馒头什么大饼、粽子，像南方还有青团。你知道那个青团那个青用什么做的吗？艾草吗？那个绿色的就是艾草粉抹上去的。在里头呢，那个硬的那个皮儿呢，稍微软硬的那个皮儿呢，是糯米做的。糯米粉，对。在南方，就是中国的南方到了江浙地区，再一直往南，到清明的时候，在贡品之中，几乎都用糯米做的东西。就奇怪了，都是用这个东西。糯米做的。这个很好玩哈。对。还有呢。有一些是因为你不是学佛，你是在祭祖。对。祭祖呢，还有说去买一些你的往生的长辈喜欢吃的某种食物。对。
对，他是这样的爱吃的就给他嘛。啊、但是如果假设啊说你祖先喜欢吃烤全羊，我看就算了，是吧？拿个蒸一个馒头似的烤全羊就完了哈，就别真的杀个羊，好吧？就是不要因为这个行为而杀生哈。好。那么但是呢，因为这个是祭祖的一个现象，比如说你的长辈就是喜欢喝一点啤酒或者喝一点白酒，是想抽根烟，或者喝一点西洋酒。是通常我建议呢，给他买瓶酒，给他倒几盅。好，对作为怀念和恭敬来说的话，你的长辈喝2盅，你觉得也挺好的。对，让他就对你来说，你让他欢喜，你心里头好像也给长辈也聊了会儿天的感觉。是的，陪长辈喝2杯。对，是，是，对，这是酒。还有的呢，还有的是长辈有过去吸烟的习惯。对。我觉得人都走了，吸就这么一年这么1-2次嘛，是吧？是不点根烟，在安全的情况下，在那看着，一直让那个烟吸完了就行了。是。长辈有没有吸不知道，反正你的心意尽到了。是。在安全的情况下，别把这个烟头给刮跑了，好吧？哎，这个烟也可以，这烟酒也可以啊。那么还有呢，很多地方能够买到鲜花的，是吧？对。哎，买一束花。是吧？尤其是很多是这个女性的长辈哈，奶奶呀、母亲呐、奶奶呀，那样子的哈。对，还有曾祖母啊，哎，甚至是有的也有不知道祖上还有什么人哈，就是说供这个花朵类的，对，也是可以的哈。再一个就是纸钱，现在哈，烧纸钱可容易了，很多这个卖相关的这个店呢，都印好的。是。那个币啊，那个货币那个数字可大了。对。一说都是几千万。还有上亿。就一张纸1000万。为了说有的说显得贵重，还有的人不知道怎么想的，说这是美国银行的哈，是觉得美国银行值钱的。是。其实别忘了，那是阎王爷管的世界哈，不是美国哈。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对。这个冥币的票面比较大。对。这个多买点可以。那么你们觉得烧些有时候长辈这时候托梦来说，就看他冷。对，是吧？对，这我们又烧点衣服。烧衣服，这个衣服不是真正的衣服哈，不是真正的什么鸭绒服啊、羽绒服、棉袄，不一定。而是纸的，是纸做的。在那边你烧过去，他收到的那边写的棉袄，收到就是棉袄。就是这样。对，现在都很方便，都有准备这一些用品的，祭祀用品的，一年四季的衣服、房子、车，对，也有人是在那儿糊那个纸的车，那个小轿车，就是在做世间的这个比较大牌子的名车烧过去。我觉得你觉得能够解你的心中的一种恭敬思念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的。对，还有纸的 iPhone 手机，反正需要的、希望他有的就给嘛，也可以。这个没有对错。对，但是有总比没有好。对吧？人家都用上 iPhone 了，你说你还在那儿是吧？愣眼巴巴的用心在发信息，就是显得是你们家祖宗太不时尚了哈。哎，说那你要尽心也要与时俱进。对。说这些如果有该烧就烧，对但是只是说烧这些东西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哈，别引发火灾类的哈。对。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北美嘛，现在哈，北美很多移民啊，那这个祖坟都是在老家啊，这真的是相隔很远，真的如果不那么方便回去的话，这移民祭祖，师父您看怎么做比较合适呀？通过禅堂，或者遥祭哈。那禅堂呢，我们北美各个禅堂都会给大家做好这个相关的准备哈。禅堂帮你做这个服务。帮你呢就祭祀你的祖先。对。所以这个你自己都只是你表一份心意就可以了。我们各禅堂都会备下这些祭祀的
所有的用品你有那份心意，常常帮你去做。对，祖先也就收到了。对，因为在不同的国家，它那种各种的安全措施都不一样哈。对，我们常常会安排的特别好哈，对，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好的。如果常常没有到场的人呢，通常用遥记。对，那遥记的话，你就是说你一定要至少写成一个用硬纸盒上写上，比如说你叫什么名字，或者是你爷爷的名字，对，一定要知道哈，要对号。比如你爷爷叫张超，是不是？说祖先张超及历代祖先灵位，要这样写，好吧？比如说叫马三六啊，就是说马三六及历代祖先灵位，要这样，后头有个纸盒就硬夹纸板，对，前面呢，用这个纸黄标纸写上这个字，就是用上黑墨笔写就可以哈，那先有这个牌在这里，你在烧的时候先烧这个牌，就是来收这个供养的，因为不在你们家坟前嘛，对，收这个供养的就不是流浪鬼。就是这个时候，你们家的祖先他是灵魂状态，你只要说他收，他就来收来了。他没有什么坐飞机的这个距离感，他就能收到。最好就这样。实在没有写，你得念念有词，你要念你爷爷或者你祖爷爷的那个名号才可以，他们才能收到，别叫别的鬼弄走了。大概是这样哈。感恩师父提醒。而你要烧这些纸钱呐、这些用品的时候最好买那个画纸筒。画纸筒在某些这个店里是有卖的，像华人卖的祭祀用品的那个店里有。它上头凿了很多洞，这个洞呢就是为了风和空气能进去。这样纸呢才在桶里能燃烧。那专用这个桶上面都有盖子。那你呢烧这些纸一定要拿上火钳子或者长铁丝，还有那个防烫的手套。对，你随时要盖个这个盖儿，要不这个纸呢又加上空气它往上飘，一点燃它就变得很轻往上飘你不要引发火灾。是，所以这个一定要盖着盖儿来烧。对，那个桶就一次，你别想说烧坏了明年怎么办，桶没多少钱，烧坏明年再买。要一次性就可以了对，那要一个达到一个安全要求。这最好写那个纸牌对，那个叫灵位。写好对，这样比较好。要不然你祖先收不到，都叫别人给弄走了。感恩师父。好，那也是非常感恩师父就这一次今年的清明呢，也是给所有的网友提供了清明超荐灯为祖先超荐灯12天的清明祭祖超荐12天，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6812天的照顾大家。对，非常感恩师父。所以我们给所有的祖先，每一个我们的往生的祖先都可以给他们点一盏超荐灯，而且有的祖先我们知道他们特别需要帮助的，我们不光点一盏要多点。对，可以点很多盏，多做功德。是我们这个功德做出去，祖先得到了佛光的普照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都会吉祥的。对，这个点的数量嘛，还是根据各家的需求。是，对，对。李师姐，这个灯从哪天开始呀？对，我们今天就上线了，所以从今天就可以开始点哪一天开始点呢？都是会点12天的。那这个灯的截止日期呢是4月5号截止。今年的清明节在4月4号。好的，我们这样超荐普渡呢，通常要在清明节前对，就不要延后。对，就包括你去祭祀不要延后除非有特别的问题对，越早做越好。对，那也是再一次的感恩师父，就这一次所有的供灯的这些祖先的他们的亡灵，我们都会把他们打印出来在清明节前，师父会带领大家一起为他们祈福。对希望他们都能够得到光明、温暖和吉祥。对，太感恩师父了。我们真是网友非常有福气呀。师父帮助我们一起带给祖先光明。是因为我们很多的疾病、很多的苦、很多的那个魔障，是来自于祖先那边不够好，不够太平，所以呢，在这个活动中呢，所以照顾大家呢，能多为祖先做点什么。对，这样让我们活的人更好，
开，让我们的后代就活得更好。是，对。感恩师父，那让我们活得更好呢，能够更方便的修炼呢，更感恩师父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哈，真是要跟网友们非常激动的要讲一下，就是我们跟师父学习过禅修的这些同修网友们，我们都知道哈，我们的禅修音乐像无量大光明啊、清净观想法呀、化古法呀，还有这个八卦的音乐呀，还有佛号等等这些哈，我们每天修炼的时候都需要的。那如果下载在手机里边哈，就是在手机里边自己有的话是最方便的。那么说，不管有没有网络的信号，有没有手机的信号啊，在哪儿都能够听，因为已经下载好了嘛，坐飞机都可以听，都可以修哈。那给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开放了这个音频的下载，而且全是免费的。像无量大光明、清净观想法、化果法，这都是第一次免费啊，给到大家。还有一些佛号的音乐，还有颂钵的疗愈音乐，还有睡眠的音乐，还有脱尘学习音乐哈，好几大类啊，10多支啊禅修的音乐都给到大家。那怎么下载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这个苹果的手机呢，就是这黄色的哈，你进入这个网址或者是那个 QR code， 你扫描一下。不是苹果的，那就是安卓的手机呢，就是下面的这个链接啊，你扫一下，然后呢，你就看到，就是你扫一下进来就看到下面的这个界面了，对，然后呢，你就按这个最下面的这一个，就是在浏览器中打开，哎，继续，对对对。有的人你是有这个叫什么 Mega， 有这个 Mega 的这个 APP 的哈，如果你有的话，它就自动在这个 APP 中打开了啊。对，但是多数人是没有的，就点这个在浏览器中继续。然后呢，你就去选你要下载的这个，现在我们有1、2、3、4、5个文件夹嘛，比如说我先选这个八卦内功的音乐，好，你就先点这个。点进去之后呢，你发现里边有4支啊。如果中文的啊，我就先选中文的这个八卦内功习练音乐。比如说，就我这个要一支一支下载啊，我先点了这个八卦内功习练音乐了。点完了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这样的左边的这个页面，然后呢，你就点选最右下角的下载的这个符号啊，红色箭头的啊，下载的这个符号你一点呢。它就用几秒钟的时间哈，这个绿杠杠就满了，就100%了。底下你就点这个继续，只用几秒钟，然后就弹出一个窗口哈，就是说问你要下载这个音乐吗？然后你就点下载，好，然后呢你就退出那个浏览器啊，就是那个苹果手机我们往上一扒嘛，对吧？然后就回到整个手机的那些方块 APP 的那个页面上，你去选择蓝色的这个文件的files 文件的这一个 APP 这个小图框啊，点进去，然后点进去呢，它里边还有个文件夹叫下载，你再点这个下载，你就找到了刚才下载进来的八卦内功练习音乐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再回到你要想听就点开听了啊。这个时候我们不是刚下载完1支吗？你再回到刚才浏览器的那一块啊，又到了，你可以再选其他的音乐，就一支一支的下载下来就可以了，特别方便，特别方便。好，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安卓手机的啊。什么是安卓手机啊？就不是像三星啊，像什么好，就不是苹果手机的，就统称为都是叫安卓吧。它是不同的操作系统啊，以三星为代表的。也是哈，我们刚才那个链接啊，打进去或者扫描进去，就出现这个音乐下载这个界面了。然后比如说我还是选这个第一个这个八卦的啊，你现在一选摁进去，它就开始播放了，然后它上面有一个下载键，下载的这个标志，你就点它，哎，然后呢就出来一个对话窗口，说是否下载文件，你就选下载，下载完了之后呢，也是退出刚才那个浏览器，然后回到你的手机的那个自带的那些小图标的那个页面上，也是找到这个黄色的我的文件这个 APP，点进来之后。啊，你刚才最
刚下载上来的最新下载下来的就在上面了。你也可以点选中间的那个下载列表啊，然后点进去一看，哦，这些都已经有了，你就可以听了啊。这个就是一支音乐的下载，然后再回到刚才浏览器，再一支一支下载下来，非常方便。每个音乐只用几秒钟的时间啊，都下载到我们的手机上。我们天天，八卦天天走，活到99，天天大光明啊，生活非常的吉祥，非常的健康。健康快乐就在我们的身边，这个太感恩师父了。关键有多方便下载下来，很多年长者网友不知道啊。没有问题，就实在不行啊，这样子啊，我们在那个师父的 Facebook 哈已经发布了整个的这一个介绍哈。你说就下载的介绍，下载的介绍，链接在哪里？就在 Facebook 上看。对，就学会了。对，真的没学会的话，找一个年轻人。对于他们来说太容易了啊！他们每天玩手机，这个太容易了啊！对，一下子就下载下来。也就是手机这个类型哈，就是2种，一种呢就是苹果的这个手机，就是苹果手机，其他叫安卓手机的，就是不是苹果手机的都是安卓手机，是，它不管它表面上叫啥名字，都属于安卓手机这个系统。对，这2种下载的方法呢，就在一会儿哈已经贴出来了哈，已经贴出来了，在 Facebook 上都贴出来了，就教你怎么下载。对，关键我刚才问的是下载下来之后用的时候多方便呢？很方便，就是关机也能用。你就是说把这个表面那个屏都锁屏了是吧？锁屏也能用，对。但是如果你是用那个 YouTube 看的视频，那个视频只要一关，声音就没有了，对吧？对，这个呢？一直在播放。对，比如说你要是用 YouTube 的话，有个电话一进来，或者有个短信一进来，你一看都不行了。一看短信或者一接听电话，你那个 YouTube 自己就停了。还有呢，这个呢哈，就没有电话信号。如果在飞机上没有电话信号吧，对，能不能听呢？可以，能。因为它不用电话信号，它已经在你手机上了。这个东西已经在你手机里头存着了，而不用一个讯号。对，明白了哈，就可以听了。是这么方便。所以你任何时间在任何地方都能听。对，那现在师父的 Facebook 上呢哈，我们给的是中文和英文的这一些洗练的音乐和这个佛号啊等等的哈。对。那么韩文的、印尼文的还有罗马尼亚文的呢，最晚明天都在这个在各自语言的 Facebook 上都可以发布的哈。对，太方便了，全球网友。其他这几种语言很快就上来了哈。对，全球网友就都可以哈，是方便使用了。对，太感恩师父了，真的很好消息。大家能够习练哈，我们推出这些方法呀，身心真的受益。是吧？为了这个让大家更受益，那个禅师 APP 暂时我们不用了，因为技术和障碍问题哈。给大家下载这些，都是你日常真正能用得上的。是的，有睡眠类的，有修炼类的，对，有疗愈类的，有疗愈类的，有佛号，还有学习音乐。对，多好啊！放着都挺好。以后大家有需要的话，我会接着继续往上增加，好吧？感恩师父。对，好，这就谢谢大家哈。感恩师父。好，那我们说一下下次的直播时间。下一期直播时间是下周周6哈，北美时间周63月30号晚上6点。那亚洲台北时间就是周日3月31号，早上9点。好，祝大家健康长寿，诸事吉祥，身心都安康。我们下次直播再见。感恩师父。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
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